今日请你来不问风月，只份血仇。青离，你莫要听信别人挑拨，是不是有人见不得侯府好，故意构陷？你当真以为你们做的天衣无缝吗？畜生，拿命来！沈清离，你这个贱人，你要对我哥做什么了？从今日起，我沈清离与你安阳侯府恩断义绝，唯有血海深仇。墨香斋2楼茶间，赵婉语带嘲讽：沈清离还真舍得，这么珍贵的东珠，说送就送了。他对大哥果然有求必应，不过就是几颗珠子，小妹喜欢只管拿走。门外的沈清离听到这对话，脚步一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赵玉把他给的东西转手送人。多谢大哥。大哥，你和平南王外孙女的事儿，真不打算告诉沈清离呀？不怕他知道了跟你闹？沈清离脑袋嗡的一下，赵婉这话什么意思？知道了又如何？她区区一个商户女，双亲又皆已离世，拿什么来跟我闹？留她做个妾室，已经是看在两家之前有些交情，她要愿意补贴侯府的份上。大哥说的是啊，她一个商户之女，怎么配得上侯府主母之位？做个妾室已经是她的福分了。不过呢，看在她送了我不少东西的份上，只要她继续补贴我，就算做了妾室，我也不会为难她。什么？要让小姐做妾室？赵玉莫不是疯了？他和小姐可是有婚约在身，只等着校期一过就要完婚了。这兄妹俩如此算计，简直欺人太甚。沈清离攥着手帕，双腿僵在那里。其实也无妨，他对大哥一向言听计从，就算知晓了，大哥哄上几句啊，准没事了。总不能为了个商户女放弃攀上平南王府的机会。就算大哥肯这么做，母亲也不会同意你胡来。拿起东珠准备离开，此事尚未敲定，你莫要在沈清离面前说漏了嘴，倒不是怕他闹，是怕平南王不悦。放心，我有分寸。赵婉刚走到门口，沈清离，这女人什么时候来的？还我说沈清离，你怎么还偷天抢脚呢？到底是小门小户，一点规矩都不懂。哼，明明是你们不避人，说的那么大声，想不听到都难。贱婢，你敢顶嘴？赵婉抬手就想打春草，我的人还轮不到你来管教。我沈府虽是小门小户，不如侯府规矩大，却也知晓何为教养。你说谁没教养？青离，你什么时候过来的？赵玉，我只问你，你和平南王外孙女是什么时候的事？又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你先进来，我慢慢跟你说。你先回答我，是什么时候的事？什么时候重要吗？你既然喜欢我哥，就应该为他考虑，为侯府的未来打算。你应该高兴我哥能攀上平南王府。就因为我喜欢你哥，我就要接受改妻为妾，继续做你们侯府的钱袋子吗？青离，说话注意些。我说的不对吗？所以你也是这么想的，认为我就该为你牺牲是吗？如果不是我今日碰巧听到你们的算计，你要打算瞒我到大婚之时吗？不是这样的，我原本是打算等事情敲定了再同你商议，谁知道你会躲在外面偷听。所以是我错了，我不该碰巧听到你们说话。转身走出去2步，一把夺过赵婉手里的盒子，兄妹2人都愣住了。青离，你听我说，我是有苦衷的。你的苦衷与我何干？春草一边扶着沈清离上马车，狗男人忘恩负义，要不是我们小姐贴补，侯府早就入不敷出了，哪还轮到你们过潇洒日子？如今为了攀高枝儿，竟过河拆桥，始乱终弃，如此不要脸，也不怕哪天遭报应，一个雷劈了你们！哼！声音虽不大，却足以让赵玉听到。你敢骂我们？够了，这是在外面，想让人看笑话吗？赵玉瞪了他一眼，转身进了铺子。墨香斋门口的这一幕，被坐在对面茶楼窗边的男子尽收眼底，只是给了个眼神，属下立马明白用意，转身下楼打探去了。沈清离也太过分了，竟敢骂我们侯府没教养，还抢走了我的东珠。大哥必须要教训他一下，再把东珠给我要回来，我还要用来做首饰呢。你少说2句吧，要不是你提起这茬，他也不会听到那些。这下好了，还要费口舌解释。我又没在外面说，这是自家铺子，我也没想到他正好这时候过来啊。听到了也好，反正早晚都要知道，不如借这个机会好好说服他，让他接受做妾。他孤身一人，还怕他跟你取消婚约不成？最多也就闹闹脾气啊，闹到最后无计可施，他只能接受。赵玉闻言沉默了片刻，他想要重振侯府荣耀，光有银子贴补还不够，还需要有贵人提携，只要他好好哄一哄，一定能摆平此事。赵玉当即起身回府，安阳侯府水清院。小姐，您别难过，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咱们这就回沈府去，有奴婢们陪着您，没什么过不去的。走吧。赵玉赶回来时，
主仆二人刚走出院门，青莲，你这是做什么？就为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如此闹腾吗？你觉得这是小事？绕过他，继续往门口走去。此事瞒着你是我不好，可我也是有苦衷的。侯府如今的情况你也知晓，我必须重振侯府，也必须是习得爵位，可我需要助力，只有攀上了平南王府，我才能有机会出头。青莲，你一向善解人意，你会理解我的，也会支持我的，对吗？理解，支持。凭什么？这就是自己情愿隐瞒身份，也打算跟他完成婚约的男人。赵玉，你想要爵位，想要重振侯府，我都不拦着，那是你的自由，可你不该牺牲我来为你的无能买单。我不会做任何人的垫脚石。无能？这个女人说我无能？沈青莲，你够了！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子，一向只看重感情，不会在意那些虚名，这没想到你也如此的俗套。难道在你的心里，我们之间的情谊还比不上一个名分重要吗？自然比不得，大楚向来嫡庶有别，在上京这种地方尤为讲究，名分对一个女子来说有多重要，你不会不清楚。妾室在府里的地位也只比下人高一点而已，我若是做了妾室，我的子女就是庶出，地位永远低人一等。哼，你还拿感情说事，当真是笑话。感情是最容易变的，这还没成亲呢，都能为了攀上高枝让我做妾。我若真做了妾，往后在侯府里无权无势，你如果也不站在我这边，我和我的孩子就只能任人宰割了。赵玉被对得无言应对。你所说的虚名是一个女子最重要的护身符，这一点你心知肚明，你既然给不了，那就不必多言。赵玉，我们解除婚约，从今往后你愿意娶谁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沈清离虽是孤女，却也不会任人拿捏，想让我做妾，死了这条心吧。好了，青莲，婚约不是儿戏，怎可轻易取消？我给你保证，娶平南王的外孙女也只是给个名分，不会对她如何。等你们都进了府，我会事事都站在你们这边，不会让你跟未来的孩子受一点委屈，如此总行了吗？这话你自己信吗？平南王远在川南，你是如何攀上他，又是如何得知他有个外孙女？你甚至都不曾见过那姑娘吧？她长相如何，性子如何，父亲又是何人？你对此一无所知就要娶人家，就不怕他奇丑无比吗？你不用操心这些啊，你只要记住，日后与他好好相处，一同为我打算即可。我呸！还一同为你打算，想得可真美。你若真有本事，大可以靠自己来重振侯府，也不会一心想着攀附高枝。好歹也是出身侯府，因此靠女人贴补就算了，现在连爵位也要靠女人。赵玉，你可真让我看不起。你要做什么，怎么做，我都管不着，也不想再管，但你休想把我拉下水。一个商户女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他这个世家公子？沈清离，你过分了！我知道你心中有气，特意赶回来跟你好好谈谈，你非要跟我恶语相向是吗？我们没什么好谈的。可赵玉再度拦住了他。你可要想清楚了，我们已经定了亲，你也住进了侯府，今日你若出了这个门，再想进来那可就难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当谁稀罕似的？别忘了，当初是你主动上门接的我们小姐，可不是我们非要来的。再说了，我们小姐家业无数，别人谁都能活得很好，可不是非得进你侯府的门，反而是你们贪得无厌，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银子丢给乞丐还能听声谢谢呢，贴补你们只会忘恩负义。乞丐别挡着道，有眼无珠的东西，还让我们别想再进来。等你知道自己多么愚蠢时，在吧台大叫上门求小姐，小姐都不会再进。春草这个贱婢竟然如此跟我说话，等着早晚要好好的收拾她一顿。还有沈清离这个女人也是给脸不要脸，一个商户之女认不清自己的身份，还肯取消婚约。径直坐上马车回了沈府。肃王府松清院，楚少渊在躺椅上闭目养神。进来准备汇报的青木见状站在一旁，不敢打扰。说，主子，大探清楚了，沈姑娘在墨香斋时偶然间得知了赵玉预谋想娶平南王外孙女为妻的事，一气之下回了沈府。哦，回沈府了。他便是在墨香斋对面目睹一切的那个男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肃王殿下，当今太后的小儿子。传言他不近女色，性情更是喜怒无常。正是，赵玉不守承诺，要让沈姑娘改做妾室，沈姑娘不同意，要跟他取消婚约，应该是不打算回侯府了。很好，有几分平南王的血性，看来他母亲很会教导，可千万别让本王失望啊。青木低头暗笑，主子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主子，沈姑娘现在孤身一人，想跟安阳侯府解除婚约，恐怕没那么容易，他们肯定会耍手段，要不要？那姑娘是个有主意的，可不是任人拿捏的主。不急。是。回到沈府，瞧见沈清离回来了，张嬷嬷和其他3个婢女
女连忙迎上来。小姐，您这是啊？沈清离身边有4个丫头和一个老嬷嬷，而张嬷嬷则是她母亲身边的老人。别提了，赵玉那个混蛋玩意儿，为了攀上高枝，竟让我们小姐改做妾室。闻言，张嬷嬷并未有多惊讶。什么？他要让小姐做妾？侯府当真欺人太甚！秋雨也是个暴脾气的。行了，人家可是侯府，岂能容你随意去放肆？别回头，明明是咱们有理，你一冲动，倒让人家抓住了错处。几个丫头中，就属冬雪最为稳重。小姐，可知小侯府要攀的是哪个高枝？就算退婚，也要退个明白不是？哼，说出来你们要笑死！你们绝对想不到，他要攀的是哪家小姐？该不会是……没错，他要攀的正是平南王的外孙女。你们说好笑不？小姐，嫁妆还在侯府，您打算什么时候拿回来？可不能便宜了侯府那帮人。自然不会便宜他们，但不是我们去拿回来，我要让他们一样不少的给我送回神府。夏荷，你去通知各个铺子的掌柜，往后侯府的人再去铺子里拿东西，无论什么，一律按价收银子。是，奴婢这就去。秋雨，你去告诉管家，从今儿起，给侯府的燕窝、阿胶等补品统统停掉。另外，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跟侯府的人来往，违者逐出神府。是，小姐。沈清离回到房间，换了件素净的衣裙，跪到母亲的牌位前。母亲，我到底还是读书了，您说的一点没错，门当户对才是最合适的选择。当初我不该应下这门亲事，不过好在我听了您的话，万事都留了一手，所以我并不是很难过。母亲您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此事。沈家的大半家业都是您的心血，我一定会守好，绝不会拱手让给他人。安阳侯府用完晚膳好久了，还不见沈清离过来请安。胡闹，真是不懂规矩！搬回沈府这么大的事啊，也不提前过来请示。姑母，我就说吧，他小门小户的规矩差，这还未过门呢，都敢目无尊长了。说话的是江梦雪，侯府的一个远房表妹。玉儿呢？可知晓此事，竟也由着他胡闹。待他回来，我定要好好教教规矩。话音刚落，赵玉和赵婉便一前一后的过来请安了。不得不说，这个表妹长得着实有些勾人。给母亲请安。玉儿，你来的正好。水清苑那边怎么回事？为何突然搬回沈府了？看吧，都是你闯的祸。赵婉瞬间不乐意了。你们都看我做什么？沈清离自己要搬回沈府，又不是我赶他回去的。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昨日他无意间听到了大哥要娶平南王外孙女的事儿，跟大哥闹了些不愉快。什么？表哥要娶平南王的外孙女？简直胡闹！我不是叮嘱过你们，婚事还未敲定之前，万不可张扬吗？此事都怪小妹，都是她在墨玉斋口无遮拦。母亲，您不是说了，此事基本已经板上钉钉，只等着平南王下个月回京，就可以定期下聘了。只要在这之前让大哥把沈清离说脱不就行了，没什么好担心的。母亲放心吧，他除了给我做妾室，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不能够惯着他，索性先晾他几天，看到他着急了，到时候说不定都不用我去哄，他自己就巴巴的回来做妾了。你们两个呀，往后行事都仔细着点。侯爷已经传信回来，让他们做好准备，平南王一家这个月底就会回上京。玉儿，过2天你去一趟沈府，该怎么做你应当知晓，尽量别把事情闹开。知道了，母亲。这时婢女端着燕窝进来了。糊涂东西，膳房怎么做事的？这等品相的燕窝也敢送到这儿来？回小姐，是沈姑娘停了给侯府的燕窝，膳房只好用之前剩下的这些。你说什么？沈清离把侯府的燕窝给停了？他明知道母亲每日都要吃1碗燕窝来养身子，他怎么能这么做？姑母，您看看，到底是小家子气，一身的铜锈味，竟然用这种手段来威胁表哥。说轻了那是闹脾气，这要说重了就是心思歹毒，不顾姑母的身体。如此心胸，果然不堪主母之位。若不好好立规矩，即便做了妾室，也不会安分。母亲稍安勿躁，一些小手段罢了，只要儿子不理会，他定会着急。你心中有数就好。翌日，沈清离带着春草和秋雨出门，去到珍宝阁巡视铺子。哎呀，少东家，侯府的赵姑娘来了，还带着尚书府的宋姑娘，正在外头看首饰呢。侯府做出这种事，他居然还有脸过来？哼！看来昨天的燕窝没让他看清局势，还以为小姐在跟他们闹着玩呢。来就来了，珍宝阁开门做生意，岂能拒客？按我昨日交代的做即可。哎，是，小的知道了。得到肯定答复，店小二便出去如实回了周掌柜。欢迎2位贵客。孙姐姐，这是侯府自家的铺子，你看上了什么，只管跟我说，我送给姐姐。周掌柜闻言一阵无语，真是不要脸。无功不受禄，珍宝阁的首饰样样都不便宜，妹妹不必如此破费。
宋姐姐都绿了，不过都是一些寻常首饰，哪里跟公路扯得上关系啊？掌柜的，这只金钗，这对镶玉的耳饰，哦对，还有这个簪子，都给我包起来吧。周掌柜心里嗤笑一声，不要脸，但还是照做了。一共385两，赵姑娘也是常客了，自然应当打个折扣，便按380两银子支付吧。你不知道我是谁吗？连我的银子也要收，直接记在侯府的账上便是了，我哥自会处理好。你哥他算个屁，我们只认少东家。赵姑娘有所不知，珍宝阁从昨儿起改了规矩，无论谁来都得付银子，侯府的名头啊已经不管用了，买东西付银子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赵姑娘一看就是通情达理之人，想必也做不出来那种赖账的事情来。赵婉闻言一愣，真的是沈清离说的？自然是真的。掌柜的，以往我过来都是直接记在账上的，不如今日还同往常一样，或者东西我先拿上，你一会儿直接去侯府收银子，这总可以了吧？少东家有交代，还请姑娘不要为难我。他堂堂尚书府嫡女，可丢不起这个人。这些首饰我要了。好嘞，您拿好。宋姐姐，真是不好意思，这掌柜的不懂规矩，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回头我让我哥好好教训他。宋云瑶没说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赵婉，随后带着婢女转身离开。你给我等着，回去我就告诉大哥，让大哥好好去教训一下沈清离。呸！什么东西，真是张口就来，他算老几啊？还侯府自家的铺子，还他哥自会处理，真是脸都不要了。哼，他们若要脸就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真当我们小姐好欺负呢？不急，这才只是开始，去通知其他铺子掌柜，明日带上账册去侯府清算。此前只要是记在侯府账上，又没说白送给他们，即便闹到清府，也没有买东西不付银子的道理，你们说是不是？是，小姐英明。珍宝阁发生的事很快传到了肃王府。哦，竟有此事！回主子，千真万确。赵婉和吏部尚书之女出铺子之时，脸色相当难看。吏部尚书之女，是不是那个说一句话就眨上几下眼睛的做作女子？青云差点笑出声来。回主子，正是他。赵婉最近跟他走得挺近的，看样子是要巴结他。他父亲贪得无厌，他自然好不到哪儿去。主子说的是。吏部那可是个好地方，个个都是废柴，不怪侯府如此上心。几天没进宫了，本王都有些想念皇兄了，明日也该去给母后请安了。从珍宝阁出去后，赵婉一路跟着到了尚书府门口，想要跟宋云瑶好好解释一番，但宋云瑶没给她机会。赵婉郁闷的不行，直到晚膳时，都怪沈清离，我本是一番好意，想跟宋姑娘拉拢关系，也好让她说说侯府的好话。这下好了，不光我被他们欺负，还害我得罪了宋姑娘，当真是可恶。岂有此理！他如此待婉儿，眼里还有没有侯府？还想不想进我侯府的大门？还没等他说话，他身边的下人桂全便进来，在他耳边低语几句。出什么事了？沈清离这个女人竟然告知所有铺子的掌柜，侯府再去拿东西必须付银子。大哥，沈清离太过分了，他这样交代，往后我岂不是什么东西都得付银子？侯夫人这时候才意识到，若离了沈清离的贴补，侯府很快便会撑不下去。玉儿，不如你去一趟沈府，好好劝劝沈清离，这样闹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赵玉沉默了一会儿，终是点了点头，但回到院子之后，他越想越不服气，当即写了封信让桂全送去了沈府。最后信是送到了，人却是被秋雨拿着扫帚给赶出去的。沈清离看完后表情淡淡，春草，让各位掌柜的莫要忘记了，明日一早便带上账册上门收银子。是，奴婢知道了。夏荷，你去收拾一下，把我当时带去侯府的家账清单拿过来。1年前他父母去阳城收茶叶，回来的途中被一伙劫匪打劫杀害，虽报了官府，至今没有查出劫匪的下落。翌日一早，赵玉用好早膳，还没来得及出门，管家匆忙过来汇报：什么掌柜的？哪家铺子的掌柜？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侯府门口放肆。说着，他大步去往府门口。赵公子，我是西街回康堂的掌柜，这是贵府派人去拿药材的账目。赵公子，我是西街锦绣成衣坊的掌柜，这是贵府所拿成衣的账目。还有我是东街月华布庄的，贵府所拿的布品全都记在这儿了。还有珍宝阁的、点心铺子的等等，账记一到，账目也记得清清楚楚，还请赵公子如数结算银两。好你个沈清离，跟我来这招是吗？这会儿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纷纷都在议论：胡闹！你们来侯府闹事问过沈清离了吗？两家什么关系你们不清楚吗？就不怕他知道了斥责你们？我们上东家说了，沈府和安阳侯府即将划清界限，
既然如此，银子自然也要算清楚。什么？这些掌柜都是神府的？哎，听闻神府和侯府两家即将结亲，怎么开始算银子了？莫不是两家闹翻了？胡闹！什么划清界限？什么时候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我这就去一趟神府。说着吩咐柜全备马车。门口的这一幕很快传到了主院。你说什么？神府的掌柜们带着账册上门结算，还说是沈清离吩咐的。正是如此，方才在府门口闹了一阵，公子这会儿已经往神府去了。侯夫人当真被气到了。夫人莫要动怒，再气坏了身子。公子已经去神府了，只要公子好言相劝，一定能劝好沈姑娘的。哼，话虽如此，可沈清离这几事做的是实在气人，完全不把侯府放眼里。夫人，眼下须得稳住他，暂且先让他得意几天，等他日后进了府，一切还不是由这夫人说了算。到时候我定要让他好好学会规矩。赵玉到了沈府的门口，刚下马车就被春草泼了一盆脏水。春草，你做什么呀？连我你也敢泼？我泼的就是你这个狗男人！哼，你这人好生无礼！这里是沈府，又不是你们侯府，我在自家府门口泼水，碍着你什么事儿了？谁让你自己撞上来的？赵玉被对得气急，恨不得撕了春草的嘴，抬脚就想进门。呸！小姐都要跟你取消婚约了，还想跟以前一样随意进出沈府呢？你要做什么？沈府虽不是高门显贵，却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从今往后，不欢迎侯府的人。赵玉上前就要给春草一个耳光，就在这时，沈清离的马车回来了。住手！赵公子好大的威风啊，在我神府的门口打我神府的人，侯府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吧？这婢女无视尊卑，擅自替主子做决定，我只是帮你管教一下。我神府的人还轮不到你来管教。赵公子有这等闲心，不如好好想想拿什么来付清欠下的账款。侯府可是高门，也不想看到这事儿闹到京府，再传得人尽皆知吧？还真是你的意思？哼，自然是我的意思。赵公子今日上门是要商议取消婚约的事。说着也不等赵玉回话，春草把赵公子带去前厅候着。是，小姐。赵公子请吧。赵玉心里气得不行，让他去前厅候着，这是完全不把他当自己人看。一盏茶都喝完了，沈清离才过来。青离，我今日来是接你回侯府的，在沈府住了几日了，气儿该消了吧？别闹了啊，跟我回去吧。赵玉，我说过了，我要跟你退婚，我和你之间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沈清离，你是铁的心要跟我闹下去是吗？就怕后果你承担不起。我侯府虽已不如往日，但对付你沈府还是不在话下，你可要想清楚了。门外的春草撇了撇嘴，希望等平南王回来，你还能有如此底气。那就试试，除非你想让侯府欠账的事闹到京府，搞得人尽皆知，想让旁人都晓得你侯府动用我的嫁妆来补贴，亦或者你想让我和你早有婚约在身，而你却为了攀附高枝让我做妾的事情闹到平南王的跟前。赵玉闻言一噎，青离，你我之间实在是没必要闹成这样，我跟你保证，你今日所受的委屈，我日后都会加倍的补偿给你。你不必再费口舌，我不会给人做妾。铺子的欠账一共3860两，还有这一年来我补贴给侯府的，折算下来差不多6500多两，其他的我就不算了。婚约一场我收个整，你按1万两银子付给沈府，还有这个是我带去侯府的嫁妆清单，还请赵公子一样不少的送回沈府，从此我们两家再无关系。什么1万两还要退回所有嫁妆？沈清离，这可是你自己不识抬举，非要撞南墙，莫要怪我不讲情面。你若执意不肯做妾，我便成全你，婚可以退，但是银子和嫁妆我不认。既然如此，那便交由京府来断吧。好在铺子的账目都记录在册，上面还有你侯府的人摁的手印，还有嫁妆。我在去侯府之前已经把所有清单送去京府核对，上面也盖了官印，如果不如数归还。你说什么？那些东西你竟然都去京府登记过了？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只需如数归还就行。婚是你要退的，悔婚总要付出些代价吧。明明是侯府先毁约，要让小姐改妻为妾，现在竟倒打一耙，说是小姐先毁的约，怎么能有如此不要脸的人？据我所知，里面有几样东西被你送给了吏部尚书，还有工部尚书。你说如果我把清单拿给他们看，要求收回东西，你猜他们会如何？沈清离，你敢？你是如何得知的？这就得问问你的好妹妹赵婉了。不光我知晓，就连你那表妹也知晓。我知晓的还不止这些呢。如果你不想闹得太难看，最好同意我的决定。一听是
是赵婉说的。赵玉气得暗骂了句蠢货。就算知晓又如何？两位尚书都是位高权重的，是你随便就能够见到的吗？只要我想，总能见到的。哼，如果你非要如此，那便走着瞧。赵玉一甩袖子走了出去，沈清离嘴角微微勾起，终于要正式撕破脸了。皇宫内勤政殿，朕前2日起瘾犯了，你不来陪朕，今日你自己手痒，倒是想到来找朕了。皇兄棋太高了，臣弟每回都输给皇兄，当真是无趣啊！臣弟闭门研究了几日，今日定将皇兄杀个片甲不留。好你个楚少渊，为了迎朕，竟躲在府里偷偷研究，那朕今日必定不会手下留情，你只管放马过来。合着皇兄此前都手下留情了呀？臣弟全然不知，看来今日迎皇兄又无望了。楚圣帝抬眸看了他一眼，这小子今日进宫，怕不是跟他下棋这么简单。说吧，可是出了什么事？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住皇兄。臣弟听闻安阳侯府最近和吏部尚书走得很近，不知皇兄怎么看？安阳侯府，赵家，朕没记错的话，安阳侯爵位已是最后一代，这是急着拉拢权臣，想要保住爵位。皇兄圣明，赵玉乃是安阳侯独子，知晓现任吏部侍郎即将赴任别处，想要进入吏部接手侍郎一职。赵玉此人如何？资质平平，同他父亲一样无甚建树。哼，宋辉那个老东西还是如此贪得无厌。此前你说要调查的事怎么样啊？回皇兄的话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宋尚书这些年可是捞了不少，臣弟这2日会整理好交到皇兄手上。辛苦你了。楚圣帝对吏部尚书早有不满，为皇兄分忧都是臣弟应该做的。别光顾着为朕分忧，你岁数也老大不小了，婚事也该考虑起来了。你自己躲在宫外清静，朕可是时常被母后念叨，耳朵都起茧子了。若看上哪家姑娘，朕给你赐婚。多谢皇兄关怀，臣弟觉得现在挺好，有个女人在身边反倒不自在。臣弟又输了，皇兄还是棋高一等啊，容臣弟回去再好好研究研究。今日先去给母后请安了，改日再进宫大战几个回合。去吧。李福，把朕新得的那架香玉屏风送去肃王府。臣弟谢皇兄赏赐。是，老奴遵旨。李福见楚少渊要走，老奴恭送王爷。给太后请了安，用了午膳才出宫回府。得知赵玉劝说无果，沈清离坚持要取消婚约。他这是疯了不成？他不过一个小小商户之女，怎么敢跟我们侯府硬碰硬？莫不是背后有人撑腰，还是他手里有你的什么把柄？否则他不至于如此。她一个商户之女，连双亲都已离世，背后能有什么人？吓唬我们罢了。他能如此吓唬我，还不都是因为你口无遮拦，连我给谁送礼你都往外说。让赵婉顿时委屈了起来。大哥就知道怪我，怎么不怪你自己没办法，连一个商户之女都对付不了？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承认自己有错，还得怪旁人，那当真是无药可救。母亲，你看大哥，他要打我。好了，都少说2句，就算他知道又如何？我就不信他真敢闹到京府去。明日不得空，后日我去一趟京府。如此也好，实在不行便取消婚约，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把嫁妆全部拿走，后面还要派上用场。儿子明白。2日后，赵玉正要出门办事，刚到门口便遇见了京府的衙差。敢问可是赵公子？正是在下，不知2位找在下所谓何事？莫不是沈清离那个女人真将事情闹到京府去了？我等是奉许大人之命来请赵公子去一趟京府，有为沈姑娘上了诉状，有劳2位跑一趟了。说罢，赵玉跟随他们一同去往京府。倒是许大人已经候在府衙公堂上了。赵公子啊，要说这原本是一桩美事，如今怎会闹到京府？岂不让人笑话？本官的父亲与老侯爷有些交情，若非如此，本官断不会与你说这些。让许大人费心了，此事也是迫不得已，赵某定会记住这个恩情。不知依大人之见，此事该当如何呀？赵公子啊，此事有理有据，怕是不好办呐。若是那姑娘在网上闹，我记得老爷子酷爱字画，墨香斋新得了一副好字儿，是岳派大家的真迹。回头我让人送到府上，就当是给老爷子补上的寿礼。许大人觉得如何呀？岳派大家的真迹也罢，谁让老爷子对你多有夸赞？我若不帮你，老爷子只怕要怪罪。多谢许大人。目的达成了，赵玉总算放下心来。
他们刚说完，沈清离便进了府衙。民女见过许大人。堂下可是沈姑娘？正是民女，民女要状告。他话还没说完，大人，肃王殿下来了。你说谁来了？肃王殿下？他这时候来京府干什么？难不成有什么案子要交给我？还是自己犯了什么事儿？回大人，正是肃王殿下，已经快到门口了。他话音刚落，楚少渊便缓缓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青木和青云。可当看清来人之后，顿时瞪大眼睛僵在了那里。竟然是他竟然就是肃王殿下。老臣见过肃王殿下，不知王爷驾临，未曾前去迎接，还请王爷恕罪。臣见过肃王殿下。他抬步走到旁边坐下。怎么王爷还不出声？莫不是在怪我没有出去迎接？悄悄转头看了眼，正好瞧见沈清离还傻愣愣地站在那，还不快给王爷行礼？啊，民女见过肃王殿下。赵玉心中暗暗得意，沈清离没给王爷行礼，王爷肯定生气了，就该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女人，不知天高地厚，还敢跟侯府斗争。等王爷怪罪这个女人，我再出面求情，王爷应该会给安阳侯府几分薄面。许大人，赵公子免礼。沈姑娘从前不是胆子大得很啊，怎么今日见了本王，倒乱了分寸？听王爷这话的意思，难不成和沈姑娘很早就认识？赵玉更是一愣，只见沈清离还是低着头。这能怪我吗？我那时只以为你是个普通的过路人，谁能想到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肃王殿下，否则我肯定不会对你如此粗鲁啊！回王爷的话，民女那时不知您是王爷，多有冒犯，还请王爷恕罪。青木抿了抿唇，我说沈姑娘啊，你那岂止是冒犯，那简直就是粗鲁，属下还没见过有谁敢这么跟主子说话的。无妨，不知者无罪，若不是你那时的冒犯，本王说不定早就没命了。多谢王爷不怪罪，民女感激不尽。本王自然不会怪罪，无论如何，你都是救了本王一命，本王欠你一个人情。楚少渊说着，解下腰间的玉佩。好了，你不必如此紧张，他日若有什么需求，可以拿这个来找本王。青木连忙递到沈清离面前。王爷向来说一不二，沈姑娘莫要推辞。民女谢王爷赏赐。什么情况？赵玉真是越来越懵了。不行，这么好的机会一定不能够放过，一定要想法子哄住沈清离，把这个人情用来替我铺路。不知王爷过来是？本王今日路过京府，想起有一个卷宗要查看，不巧赶上许大人在断案。青云默默低下头。主子说的可真是轻松啊，哪里是路过京府，分明是收到消息，得知沈姑娘来了京府，要和赵玉对簿公堂讨回嫁妆，才特意从军营赶回来的。本王倒是有些好奇，赵公子和沈姑娘有何矛盾，竟要闹到对簿公堂？回王爷的话，事情是这样的，沈姑娘和赵公子因一些问题要取消婚约，来京府核对嫁妆清单。赵玉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原来如此，婚姻大事不是儿戏，沈姑娘可想清楚了，莫要到时候反悔。回王爷，民女已经想清楚了，既然赵公子另有良缘，民女不愿纠缠。他这话一出，可把赵玉气得不轻。沈清离，当着王爷的面你胡说什么呢？王爷，您别听沈清离胡说，其实是……他话还未说完，就被楚少渊抬手打断了。好了，不必跟本王说那么多，本王对你们取消婚约的缘由不感兴趣，即使你们两家的家事，本王也不便插手。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许大人断案多年，那是自然，老臣定不会徇私。那便开始吧，你们都不必有什么顾虑，本王就在一旁听听，等许大人断好，本王再查看卷宗。这王爷竟然要在这里看着，赵玉也是没想到会突然生出这么个事，许大人只好硬着头皮坐回公堂大椅上。许大人，这份清单在民女去侯府之前已经在京府登记核对过，上面清楚的盖有京府的印章，现在既要取消婚约，侯府需如数归还嫁妆，还请许大人给民女做主。许大人接过清单，假装认真的看了看。清单没问题，的确盖有印章，本官对沈姑娘来登记一事也有印象。赵公子，你对这份清单可有异议？如若没有，那便如数归还沈府即可。赵玉现在是骑虎难下，王爷还在看着，他也不能一直不说话。回许大人，下官没有异议。哼，算你小子识相，没有当着主子的面信口开河，否则有你好果子吃。沈清离嘴角微微扬起，看来这位的影响力真的非同一般啊。许大人，
民女这里还有一份账册，是侯府在沈家铺子所欠下的账款，里面有侯夫人的手印，账款已经过了期限，还请许大人给民女做主。许大人一阵头大，安阳侯府如今什么情况，竟然沦落到欠账的地步了？赵公子，这份账册你可知晓？回许大人，府上这些都是家母在操持，既然有账册和手印，那便是没问题了。既然赵公子承认嫁妆清单和账册都没有问题，沈姑娘想让本官如何呀？空口无凭，还请大人将今日所谈写一份判决文书，并加盖印章，命侯府立即归还嫁妆与账款。这是自然，即便你不说，本官也会按规矩写好文书，一份给你，一份留给京府保管。侯府的判决文书，本官自然也不会落下，还望赵公子回去后即刻处理。大人英明。赵玉咬了咬牙，是，臣定当处理好此事。王爷，您看，本王方才说过，不便插手此事。既然已经断完了，那便查看卷宗吧。王爷这边请。走到沈清离身边时，本王的玉佩，沈姑娘可要保管好了，拿着玉佩才能对本王提要求。是，民女自当好生保管。见楚少渊要出去了，民女恭送王爷。臣恭送王爷。春草更是慌得不行，可吓死奴婢了。走吧。沈清离带上判决文书，便和春草一起出去了。赵玉越想越烦躁，脸色难看至极。公子该出去了。回沈府途中，春草还对京府的经历心有余悸。小姐，此前倒是没觉得，怎么今日一见，这肃王殿下也太吓人了。方才我在公堂上一直低着头，都不敢多看一眼，背后的冷汗就没停过。不过奴婢当真没想到，他竟然就是肃王殿下。奴婢以前一直以为肃王殿下是个不修边幅的莽夫，要是早知道他的身份，在茶园时说什么奴婢都不会对他大呼小叫。我也是很惊讶，不过也亏得殿下今日碰巧过来，否则只怕不会这么顺利。你二人必定会耍手段。小姐说的是，小姐瞧见没？赵玉那狗男人见了肃王殿下，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原以为他多有能耐，哼，实际就是个欺软怕硬的。还有那许大夫也是一样，不过还好，小姐总算顺利拿到判决文书了，加上有肃王殿下这尊大佛，侯府想赖账都不行了。沈清离垂下眼眸，看了看手中的玉佩，他有种预感，赵玉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得知他从京府回来，张嬷嬷连忙过来关心。哎呀，小姐，嫁妆的事情可还顺利吗？嬷嬷来得正好，陪我去一趟祠堂吧。张嬷嬷心里咯噔一下，小姐莫不是猜到了什么？是啊。二人来到祠堂，随后问道。那日他突然搬回来时，几个丫头都惊讶得不得了，唯有张嬷嬷表情平静。哎呀，还请小姐恕罪，老奴不是有意要瞒你，实在是赵玉他实非良人呐。所以这都是平南王的安排吗？就为了让我看清赵玉是什么人？小姐的聪慧不输大小姐，不过你岁数还小，有些事只有让你亲眼看到，你才会真的有所领悟啊。嬷嬷，你给我讲讲母亲的事儿吧，如今我也大了，有些事儿该让我知道了。说起这个，老奴当真替大小姐不值。她出身高贵，又是天姿国色，却为了那么个男人葬送了自己。沈清离的母亲，也就是平南王的女儿秦芷，才貌双全，因着一直生活在川南，性子活泼随性。秦芷及笄的第2年，在街上遇到了远赴川南做生意的上京人士沈月，也就是沈清离的父亲。沈月生了一副好皮囊，加上有些文采，能说会道，秦芷一眼便相中了他。二人接触了一段时间，此事才传到平南王那里。平南王一开始并未表态，背地里却在调查沈月。原本沈月就被秦芷的美貌吸引，当得知她的真实身份是平南王的女儿，当即打起了算盘，从此不再认平南王府，也要跟着沈月回上京。沈月也跟他保证，不会因为他脱离了平南王府就对他有变。实际上并非如此。后来有了沈清离，秦芷并未松口，而是开始接手沈家的生意，用心培养沈清离。也就是从那时起，沈月开始耍阴招，表面跟秦芷求和，背地里却给他的吃食下毒，还在外面养了小妾。后来那外室有孕，但是没有保住，沈月便怪在秦芷头上，说是他动的手脚。大小姐虽然恨沈月，但还不稀罕，却害那孩子，都是那外室自己的主意，为的就是让沈月休妻。但沈月虽有这个心思，却没这个胆量，也或许他还抱有什么期待，想着哪天大小姐或许能认回平南王府，助他进入仕途，入朝为官。
原来如此，看来母亲早有准备，知晓父亲靠不住。小姐，都过去了，好在这次没让侯府得逞，否则真不敢想象会如何。平南王私下这么安排，也是为了小姐好，小姐可千万别怪平南王。嬷嬷，我不怪他，他现在不抗拒了，他要认平南王这个外祖父。嬷嬷，去给外祖父传信吧。小姐这是要和平南王相认了。哎，好，老奴这就去传信。安阳侯府此刻却炸锅了。你说什么？金府判了我们立刻归还嫁妆，还要付清铺子的账款。看了赵玉带回的文书，怎么会这样？沈清离来侯府之前，把嫁妆单子送去京府登记过，还盖了印章。今日也是不走运，没想到肃王殿下会突然驾临京府，打了我和许大人一个措手不及。关键是沈清离此前和王爷见过，还阴差阳错救过王爷的命。赵婉一脸的不可置信，沈清离竟然救过肃王殿下的命，这怎么可能？我们怎么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这女人怎么能这样？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瞒着我们，真是太过分了。不是罚你闭门思过，好好反省几天吗？怎么又跑到母亲这儿来了？被他这么一说，赵婉瞬间没了声音。救人时，沈清离也不知晓那就是王爷，也是今日在京府才知晓身份。王爷为了报救命之恩，给了沈清离一块玉佩，说日后若有什么要求，可以拿着玉佩去王府找他。有王爷在堂上坐镇，许大人根本就不敢做手脚，只好按规矩办了。听到这些，侯夫人眼里闪过金光，和赵玉互看一眼。母亲的意思我明白，我也真有这个打算，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够错过。什么机会？你少打听这些。赵婉也知道自己有错，到底没敢再多说什么。翌日，沈清离刚用完早膳，赵玉便上门来了。沈清离没想到赵玉竟然如此迫不及待，让夏荷出去传话，除非是来送嫁妆和账款，否则侯府谁来他都不见。吃了闭门羹，赵玉站在沈府门口，气得眼睛都要冒火了。听夏荷说他走了，准备出门去东街巡查铺子，谁知马车刚到拐角处就被赵玉堵在了那里。清离，你先下来，我有话跟你说。没这个必要，有什么话就这样说吧，我还赶着去巡查铺子呢。清离，我昨晚想了一整夜，咱们之间真的没必要闹到如此地步。如果你实在是不愿意做妾呢，那我便跟母亲说，让她回掉平南王的好意，我们两家的婚约还继续，但我需要些时日啊，得等平南王回上京后才能够解决，所以你别再置气了好不好？这种缓兵之计的鬼话，连沈府的车夫都不信。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不跟你取消婚约，你宁愿不要平南王的外孙女？想不到你对我这么有情有义呢。如此看来，我倒是可以不再跟你置气。小姐，你怎么就被冬雪给拉住了，悄悄使了眼色。我就知道这个女人舍不得我。太好了，青莲，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同样也放不下你。不如你就跟我回侯府吧，你住在沈府，我总是有些不放心。沈府是我的家，你有何不放心的？住在你侯府才是真的让人不放心呢。也行，听你的，等大婚时也不迟。赵玉说完这些，还是没有离开的意思。还有事吗？青莲，我今日来还有一事要跟你商量。你也知道我想去吏部任职，但光靠吏部尚书呢，怕是不一定能够成事儿。你能不能够去求一求肃王殿下，这种事儿只要王爷一句话就行，或者你直接跟王爷替我求个封赏，把侯府的爵位给我，只要王爷开口，皇上一定会同意的。和冬雪还有车夫全都一脸厌恶地看着赵玉。沈清离听完并未接话，见他没有一口回绝，而是在犹豫。青离，你别多想，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考虑。只要我顺利进入了吏部任职，就有底气跟平南王对抗。若我顺利的接手了爵位，即便是不入朝为官，也能够保你衣食无忧，我们的孩子就有机会继续争取爵位。所以呢？所以你帮我去求求王爷，只要这事儿办成了，我根本就无需另许他人，你就是侯府的主母。赵玉，你看我很像傻子吗？青离，你这是何意？我是真的想跟你成亲呀，才急着来找你商议。你刚刚不是也说了吗？不再跟我置气了。那既然我们还是要成亲的，你帮我，你就等于是帮你自己呀。帮你就等于帮自己，那我干嘛要帮你啊？直接帮我自己不好吗？所以你今日过来，不是为了还嫁妆和账款，而是给我下套来了是吗？赵玉，我从前怎么就没发觉你这么巧舌如簧？要不是已经知道你是个什么货色，我可能就信了。你不愿意娶，难不成平南王还能逼你不成？还当你安阳侯府有多风光呢？人家的外孙你有的是人相娶，你的心思我很清楚，不就是先哄骗我，把这个恩情用在你身上，等你达成目的了，再一脚把我踢开。人真是不太好哄骗。你之所以哄我进侯府，是想生米煮成熟饭吧？这样我就无法离开了，到时候我就只能任你拿捏，嫁妆也不用还了，银子也不用给了，一箭几雕。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啊！只可惜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青莲，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
不用再说了，想让我用王爷的恩情给你谋前程，你死了这条心吧。我给你5天时间，5天之内如果不如数归还，我一定会拿这文书挨个去找他们，你想想后果吧。哦，对了，除了嫁妆和账款，还有我那天算的6千两，记得一起送到神府。缺的那些嘛，可以用铺面庄子来抵债，只要凑得够数，我便不再追究。沈清离，你当真要做得如此决绝吗？你不会真以为王爷会帮你吧？我就不信王爷会愿意得罪皇家亲封的侯府，来替你一个商户女撑腰。王爷做事可不会如此冲动。王爷会不会冲动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王爷是个言而有信之人。你当谁都跟你一样啊？忘恩负义，始乱终弃，为达目的脸都不要了。再说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一定要靠王爷来撑腰？之前我去金府告你的时候，可并不知晓他是王爷。不靠王爷，记住了，就5天时间，如果不如数送来，后果你自负。说完也不再理会，吩咐车夫驾马离开了。莫不是真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贵权，再去查一查沈清离，看看是不是我们漏掉了什么没有查到。是，公子。午膳后，主子果然料事如神，才过了1个晚上，赵玉就忍不住了。今日一早就去沈府找了沈姑娘，想让沈姑娘来求王爷封赏。不过沈姑娘态度坚决，一口回绝了，还说了只给赵玉5天时间，把嫁妆和银子全都归还沈府。还不止这些，沈姑娘还把这1年贴补给侯府的那些也都折算成了银子，让赵玉一并还回来。对于这些，楚少渊倒不甚在意。他说相信本王。青木闻言一愣，合着我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主子就只听进去了这句。是的，主子，沈姑娘亲口说的，相信主子言而有信。赵玉今天算是在沈姑娘那里碰得鼻青脸肿。本王记得从南疆带回来的那把黑金骨刀放置了很久，便送给青叶吧。青木顿时瞪大眼睛，那把黑金骨刀青叶可是惦记很久了。青叶这次墙角听得直啊。主子，那什么，属下也挺适合偷听墙角的，要不也让属下去一回？本王看你更适合去西北大漠。不能吧？属下觉得自己还是适合待在主子身边。属下这就去泡茶。说着拔腿就往外跑。王爷，三皇子几日后要在府中办生辰宴，给您送了帖子，邀您去赴宴。放下吧，去库房挑2件贺礼送去三皇子府，就说本王会准时去赴宴的。是，老奴这就安排。2日后，赵玉从外面回府，焦头烂额的去查看账册，如果把所有欠缺补上，可拿出去之后真就所剩无几了。正烦着呢，江梦雪急匆匆的过来。表哥，你快想法子帮忙江旭。江旭又怎么了？说是他犯了错，被张正统给革职了。革职了？那小子犯了什么错，竟要被革职？江旭是江梦雪的弟弟，也是侯府的表亲。江旭人呢？可说是犯了什么错？他怕你斥责，躲在家不敢来见你。我问了一嘴，好像张大人说的是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可我问过了，江旭也是一头雾水，说他并没有拿过什么特别的东西。赵玉心里咯噔一下，难不成是他想的那样？表哥，你倒是说话呀，该怎么办嘛？赵玉顿时心头一颤，这个表妹当真是个会勾人的小妖精，一把将她拉过来，打横抱起，大步往李江卧房走去。表哥，你这是要做什么？梦雪，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你放心，我会一直把你留在身边的。表哥，别这样。梦雪，你太美了，表哥怎么舍得让你去别人身边呢？跟着我好不好？我会对你好的，虽说不能够让你做主母，但我会宠你疼你，不让你受委屈。表哥，你先别，现在是白天，万一有人闯进来怎么办？听话，没人敢闯进来，我会护着你的。可是，别可是了，表哥已经等不及了。赵玉一把扯下帷幔，江梦雪就这么纠结着，半推半就，稀里糊涂的被赵玉给收入囊中了。贵权站得远远的，帮自己主子把风，防止有哪个不长眼的乱闯进来。半个时辰之后，房内的动静总算停了。表哥，你可要说话算话，千万不能负了我以后可就全靠表哥了。那是自然。还有江旭的事，他不能丢了这份差事，表哥一定要帮他想想法子。赵玉明显有些没底气。天刚擦黑，沈清离在账房查账。小姐，那天你在京府时说的那几句话真能管用吗？张大人真会有所顾忌？是王爷不在场，就算他们会有所顾忌，或许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偏偏王爷已经知晓，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也算是借着王爷狐假虎威了。那日在拿文书时，他特意跟许大人提了一嘴，说他知晓嫁妆有缺失。小姐说的有道理，不过已经2天过去了，怎么赵玉那边还没有动静？怎么没动静？我这2日特意让人留意了下，
他可是庄子铺子来回跑呢。就在这时，秋雨从外面回来了。小姐，赵玉方才出去了，奴婢暗中跟了一路去的，正是张大人府上。秋雨是几个丫头中唯一有点功夫在身的。那就对了，说明那天的话起作用了。赵玉来到张府外，才上前去跟门房表明了来意。早就料到他会来，门房很快带他进了府。这么晚了过来叨扰，还望大人见谅，实在这晚辈心里有些疑惑。江旭的事我已经知晓，大人所说的不该拿的东西，可是指哪3样？既然你已明白，想必也能理解我为何要如此处理。倘若此事没有其他人知晓，一切都还好说。张大人是如何得知他送的东西出自沈清离的嫁妆？晚辈惭愧，敢问大人是如何得知那些东西的来历？可是有人来找大人。高公子，看人不能只看表面，有些人看似软弱可欺，实则聪明睿智。兔子急了还能咬人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若是只顾贪图眼前之利，最后很可能得不偿失。大人说的是，此事的确是晚辈处理不当，不过我跟大人保证，此事绝不会牵连到大人的身上。至于江旭，暂且让他待在家里，等风头过去了再重新安置也行，我定会处理好余下的事儿。也罢，当初我也是看在老侯爷的面上，若是换做旁人，我定不会应下。既然你说能处理好，那便信你所言，再等上一等。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大人放心，3日之内我必定处理好此事，沈府那不会有任何的后患。赵玉心中暗暗发誓，等沈清离后悔了，他一定要好好羞辱那女人一番。如此便好。今日多有叨扰，晚辈府中还有别的要事要处理，改日再来看望大人。赵玉的动作自然逃不过楚少渊的眼睛。主子，赵玉去见了工部正通张大人，属下猜测是为了江旭被革职的事。江旭是江梦雪的弟弟，他之所以能去工部当差，正是赵玉找的张正通。也不知为何江旭今日突然被张正通革职了，具体原因属下还在调查。你之前说赵玉去过沈府之后，这2日都在忙着整理铺面和庄子是吧？回主子，正是。楚少渊闻言闭上眼思索了片刻。本王没有记错的话，京府的许夫人和张正通是同乡，2人素有往来。回主子，的确如此。主子，沈姑娘不简单呢。楚少渊唇角微勾，他看上的女人自然不是个蠢笨的。翌日，赵玉前脚刚进墨香斋，后脚三皇子府就来人了，说三皇子请他过去一趟。三皇子楚云墨生母是淑妃，而淑妃的外祖家正是安阳侯府。臣见过3殿下。坐吧。楚云墨品了口茶。本殿听闻前2日你和沈家姑娘都已经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了，你觉得平南王若是知晓了此事，还会让外孙女嫁入安阳侯府吗？殿下教训的是，都是臣处理不当，让3殿下烦心了。臣也没有想到沈清离态度会如此的强硬，若非他告到了京府，也不会碰巧遇见王爷，搞得臣和许大人都是有些措手不及。楚云墨闻言眉头一皱，上京只有一个王爷，怎么回事？简单的讲了经过，并未提起救命之恩一事。原来如此。皇叔怎么可能管这种小事？原来是要查卷宗碰巧遇上了。你应该清楚，一旦被皇叔盯上就麻烦了。皇叔的手段可比你想的要厉害，何况平南王就要回来了，该解决的事情趁早解决，切莫要因小失大。是，臣明白。臣回去之后便会安排把东西全部送回沈府，彻底的划清界限。他真是牙都快咬碎了，一肚子苦水没地儿说。你明白轻重就好。3日后本殿生辰宴，你父亲还未赶回来，你提醒侯夫人准时来赴宴。臣多谢3殿下厚爱。此时的沈府，三皇子的生辰宴在审计食铺定了宴席用的糕点，他须得格外注意。少东家放心，这所有的事儿啊，我都亲自盯着，不会出什么差池的。2日后会准时送去三皇子府。辛苦刘掌柜，一定要盯仔细了。可也不知怎的，他心里还是隐隐有些不安。少东家若没旁的吩咐，我就先回铺子准备了。好，送走了刘掌柜，沈清离回到账房继续查账。小姐，侯夫人来了，说有事要跟小姐说。当家的到底还是来了，忍到现在也实属不易。把人带去前厅候着，沈府里没什么规矩。是，小姐。夏荷瞬间明白了意思，憋着笑去到府外，将侯夫人领到前厅，然后就在厅外候着，连杯茶都没给。你们沈府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吗？我们小姐有事在忙，侯夫人要是等不及也可以回去，反正也没有必要见。呸，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拿自己高高在上呢。既然来求人，就得有求人的态度。你个贱婢2个字还未出口，又被
侯夫人咽下去了，又耐着性子等了一会儿，沈清离才过来前厅。一进来，他径直走到主位上坐下。沈清离，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姑母怎么说也是长辈，你怎可让人如此怠慢？外面的长辈多了，我都要请进来喝茶吗？我沈府又不是茶楼酒馆。你住口！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随后顺了顺气，清离，你和玉儿本是一桩好姻缘，实在是因为侯府的情况迫不得已，眼下正好有这个机会，我才会自作主张替玉儿应下那桩亲事。玉儿也是后来才知晓此事，她并非有意骗你。无论如何，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别跟玉儿置气了。沈清离抬眸淡淡看了侯夫人一眼。你侯夫人的面子在我这里算个屁！侯夫人今日上门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如果是，那现在我知道了。我今日过来是想接你回侯府，跟玉儿好好过日子，就算是妾室身份，也绝不会让你受委屈。你会做生意，善于持家，我会把管家权交给你，这样你便不用担心被欺负。即便是侯府的妾室，那也要比普通人家的主母风光，这个你应该明白。沈清离都被气笑了，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侯夫人，你就如此有信心，能越过人家把管家权交到我手上？哼！是你太过自信，还是你觉得我太好哄骗？八字才刚好有一撇，说的好像已经娶到了人家一样。人家那么大一尊佛，可要让赵玉抓住了，一定要娶到手才行啊，否则就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毕竟除了我沈清离，也没有第二个人愿意贴补赵玉，就算有那个心，也得有那个财力啊，你说是不是？巧了，我沈府别的没有，就是银子多，只可惜你们没那个福气再用了。沈清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日给你机会，你不珍惜，来日有你后悔的时候，到时就算跪下求我，侯府的大门也不会再对你敞开，你可要想清楚了。哼，谁稀罕你的机会？到时究竟是谁后悔，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我到时候会如何，就不劳侯夫人操心了。你侯府的大门还是给想进的人留着吧，我沈清离不稀罕。侯夫人如果没有别的事，那便恕不远送。回去后别忘了提醒赵玉，5天时间要到了。夏荷，送客。是，小姐。二位请离开沈府。沈清离，你别以为有苏王殿下撑着就了不起了，等表哥娶了平南王的外孙女，可有你后悔的时候。哼，你最好别后悔。不劳你们费心，我们家小姐可是有福之人。侯夫人一脸铁青地回了侯府。翌日将所有东西清点好，赵玉便打算送回沈府。赵婉越想越生气，眼里逐渐出现阴霾。沈清离，你给我等着！路上他还在隐隐幻想，抱有最后一丝期待。到达沈府时，张嬷嬷带着几个下人挨个箱子打开来仔细检查。来到前厅，以为沈清离不会离开他。清离，我们共同生活了1年时间，你就真的对我没有一点不舍吗？嫁妆和婚书退回，婚事就已经作废，现在还说这些，你不觉得可笑吗？再说了，我们可没有共同生活过，我只是在侯府暂住了1年而已，可别说的这么暧昧。我们从未越矩过，甚至都不如你那表妹跟你亲近。提到表妹，赵玉的眼神不自觉地躲闪了下。行了，既然都已经两清，那便离开沈府，从今往后我们就是陌路了。陌路？你当真能够做到如此绝情吗？赵玉，别说的你好像有多深情似的，你只是因为我坚持退婚心有不甘。容我提醒你，是你始乱终弃，想要另娶他人在先，可不是我先悔的婚。话说到这里，赵玉也无言以对了。如此，希望你别后悔今日的决定。撂下这句话，赵玉转身走了出去。小姐，奴婢看赵玉好像还没死心，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做些什么。以赵玉的性子，已经损失了一头，无论如何都不会再错过另一头。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牢牢抓住平南王府的婚事，还有吏部的官职，那可是他翻身的机会。小姐说的有理，奴婢才不管他死不死心，只要他敢伤害小姐，奴婢就敢跟他拼命啊！别你的命还是好好留着吧，别忘了你还有个痴情表哥在老家等着呢。哪来的痴情表哥？小姐就知道打趣奴婢。哎呀，院子里还一堆活呢。说着转身跑了出去。啊，这臭丫头毛毛躁躁的干什么去？不用管他，小姐全都放进库房了。明天你陪我去趟东街，把赵玉底的铺子接过来，全部换成沈府的人。是，奴婢这就去找管家安排人手。三皇子生辰宴这天，宾客们陆续进府。此刻看着手里的头饰，赵婉怎么都觉得不好看，气得他往地上一摔。小姐息怒，小姐试试这个吧。赵婉顿时眼睛一亮，之前从沈清离嫁妆里拿的，怕被发现便藏了起来。算你这丫头机灵。
谢小姐夸赞。彩娟是赵婉的贴身丫头，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可都准备好了，回小姐都带上了。彩娟其实有些担忧，今日去的都是有身份的人，小姐这么做会不会闯出什么祸来？车上，今日宾客众多，你要记得谨言慎行，万一出了乱子，三皇子可不饶你。知道了，我有分寸，母亲都说了好几遍了。马车到三皇子府时，赵玉比他们先一步到达。一会儿进了府，该说的不该说的最好都别说，好好跟在母亲身边。知道了。你最好是真知道了。管家将他们引至座位，宾客基本都已入座，剩下还空着的便是其他几个皇子，还有楚少渊的座位。三皇子领着其他皇子走了过来。大皇子楚云舟，母亲是苏皇后；二皇子楚云寒，母亲是张贵妃；三皇子楚云墨，母亲是淑妃，出身承恩伯府；四皇子楚云瑞，母亲是兰妃。见过几位皇子，都免礼吧。吏部尚书之女宋云瑶，她今日起了个大早，好生打扮了一番，为的就是能让楚少渊注意到她。而此刻他们既害怕又仰慕的人姗姗来迟。下了马车正欲进府，碰巧刘掌柜和几个伙计刚送完点心从府里出来。见过肃王殿下。楚少渊瞥了一眼，越过他们直接进了府。主子，那好像是神府的伙计，属下看他们拎的食盒上印着审计食府。方才那个掌柜不像是神府能培养出来的，很可能是平南王的人。属下安排人调查。宴席上，老臣敬三殿下一杯。好。主子，肃王殿下来了。还以为不来了，他便没让管家在门口候着。刚走出没几步，皇叔驾临有失远迎，是皇侄的不是。见过肃王殿下。无妨，是本王来迟了。贺礼前2日已经差人送来了，皇侄可还喜欢？说着看向其他人，都免礼吧。多谢皇叔，皇侄甚是喜欢，皇叔请。他这一坐下，所有人都倍感压力，就连几个皇子也不例外。本王来迟了，先自罚一杯，都不必拘束。今日是三皇子的宴席，本王只是来凑个热闹，你们只管随意些即可。有了他这句话，众人才稍稍放松了些。没过多久，赵婉瞧见有婢女端着点心过来，便给彩娟使了个眼色。彩娟见状心下一慌，握了握腰间的荷包，还是悄悄退了出去。在假装去如厕的途中，故作不小心地撞上一个婢女，她把药物加在了点心里。赵婉见她回来了，一看事情办成了，开始激动。见她在傻乐，你乐什么？没什么呀。此时的沈清离正带着秋雨去挨个接手铺子，来到第2家铺子时，却没想到遇上了江梦雪。你来干什么？我们小姐来收铺子，这个铺子已经归神府所有了，请你们马上离开。沈清离，你疯了吧？这是我表哥的铺子，什么时候成了你神府的了？什么时候成的？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无凭无据的话，我会过来吗？江梦雪眉头一皱，将信将疑的拿起地契，表哥竟然真把这铺子给了神府。你以为撕了就能赖掉？这可是在金府盖了官印的，你当是摆设吗？我没猜错的话，是不是赵玉说过要把这铺子给你，结果却食言了？他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守信用呢。幸亏我逃得快。不过江姑娘你嘛，你恐怕是已经没有那么容易逃了。用你管？我自然是不管，但今日这铺子我要收回来，你若不服可以去找金府。江梦雪哪敢去金府？沈清离，你别太得意，神府生意做得大又怎么样？你得罪了侯府的人，等会儿有你好果子吃。沈清离一个机灵，难不成是和今日的宴席有关？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反正地契在你手里，铺子你要收便收，我走就是了。江梦雪说完便转身走了出去。沈清离面色清冷，让秋雨留在这里看着收铺子，他立刻去往审计食铺宴席上。自从楚少渊一出现，宋云瑶就像打了鸡血似的，目光几乎都没从楚少渊身上离开过。瞪了一眼，宋云瑶这才有所收敛，拿起糕点愤愤地咬了一口。就凭你这样的还想入主子的眼，也是想瞎了心。主子可是挑剔得很，不是什么人都能够看得上的，尤其是你这种胭脂俗粉、虚伪做作，脸上画的跟个猴屁股似的。云瑶，你怎么了？这点心好像有问题。脸色顿时发白，晕了过去。云瑶，你怎么了？快去请大夫！宋姑娘刚刚还好好的，怎么吃了一块点心，突然就呕吐晕倒了？三皇子连忙拿出腰牌，命人去宫中请太医。来人，把所有点心归置到一起，等太医来了查验，看看到底有何问题。另外再派人去一趟审计食铺，把掌柜的给本店带过来。若真是他们的点心有问题，本店定不饶他。是。下人连忙按吩咐去办。
其他人也有吃了点心的，为何什么事也没有？偏偏就宋姑娘一人晕倒了。赵玉更是眉头一皱，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方才他便觉得这个妹妹有些奇奇怪怪的，该不会这事儿跟她有关吧？楚少渊稳坐在位子上，将现场所有人的表情都尽收眼底。主子，怕是有人想对沈姑娘不利，要不要？说真是点心的问题，让掌柜的过来怕是也做不了主，得让东家过来才行。三殿下，臣女也觉得宋夫人说的有理，怕是得让东家过来才行。听闻沈家和侯府已经闹翻了。赵玉的额角直突突，莫不是真跟这个死丫头有关？否则她这么积极做什么？楚少渊看了眼赵玉，嘴角一丝玩味一闪而过。那便请过来吧。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所有人一步都不许离开这儿。本王今日很闲。皇子们有些奇怪，皇叔一向不爱管这种小事，怎么今日倒有兴趣留下？本王倒是要看看今日之事纯属巧合，还是这里有人想对本王不利。王爷明鉴，臣等绝无此心。皇叔明鉴，皇侄对皇叔一向敬重，万不会做对皇叔不利之事。皇侄亦是如此。其他皇子也纷纷表态。都先起来吧，本王相信三皇子一定会查清此事，还诸位一个清白。皇叔说的是。没过多久，宫中冯太医拎着药箱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老臣见过王爷，见过各位皇子。免礼，先去看看吏部尚书的女儿。冯太医连忙起身，拎着药箱过去，拿出银针，在宋云瑶的手指间扎了2下。很快，宋云瑶便悠悠转醒，只是脸色还是有些不好看。太好了，总算是醒了。冯太医，可有诊断出宋姑娘因何如此？回三殿下，根据老臣的诊断，这位姑娘是吃了掺有药物的东西。这种药物没什么毒性，却会刺激人的肠胃，令人不适，导致呕吐。吐出来休息会儿，也就没事了。众人开始议论纷纷。沈七也太大胆了，这种不干净的点心也敢送过来，这得亏是云瑶吃到了。若是让王爷还有各位殿下吃到，那可如何是好啊？还请王爷和殿下做主，一定要严惩罪魁祸首。三皇子并未接他的话，而是吩咐冯太医把这些点心都看一下。冯太医挨个检查了下，回三殿下，这里的都没问题。就在这时，派去审计识破的人回来了，身后还跟着沈清离和刘掌柜。民女见过王爷，见过各位皇子，见过各位大人。免礼。自打沈清离一进来，赵玉的目光就一直定格在他身上。沈姑娘，我与你无冤无仇的，你为何要如此害我？沈姑娘，你可知错？回殿下的话，民女不知犯了何错，也不知道那位姑娘所言是何意。赵婉见状，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你还在这装糊涂，都是因为吃了你们的点心，我才会呕吐晕倒。太医方才都说了，你们的点心里加了药物，你为何要这么做？还的什么邪？想谋害我们不成？三殿下明鉴，沈七是做吃食的，铺子开了数年，最是注重口碑，还从未出现过问题。别说是点心里面加药物，就连不新鲜的食材都不可能出现在铺子里。自毁招牌的事，沈七不会做。说着，他看了眼宋云瑶，就像这位姑娘所言，明知这是三殿下的宴席所用，沈七只会加倍用心才对，根本不敢有一丝的疏忽。倘若是点心不新鲜，怪在沈七头上倒是也勉强能说，可偏偏是加了药物，沈七根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任何动机往点心里加药，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在座的都不是傻子，沈清离的说辞完全站得住脚。三皇子自然也想到了，彩娟低着头站在那里，心里更是慌得不行。就说不要做吧，小姐非不听劝。这下好了，万一真查出来怎么办？楚少渊面上表情未变，心里却在暗自得意。不愧是本王看上的女人，思路清晰，处变不惊，很快便扭转了局面。即便如此，也三殿下，臣觉得沈姑娘说的有理，沈记实在是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大哥，你在干什么？你给我闭嘴！眼神里满是警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是不是怕事情败露啊？这个时候知道害怕了，早干什么去了？三皇子的宴席上你也敢胡来？来时叮嘱了几遍呢？让你谨言慎行，不要惹祸，你偏不听啊！不让你吃点苦头，你往后还是不会长记性。瞧着兄妹俩的反常，侯夫人只觉得一阵眩晕。玉儿，还不快坐下！三殿下说话，岂有你插嘴的份？莫要让殿下分心。赵公子还真是懂得怜香惜玉。好了，本王虽然说了今日很闲，但也没这个耐心在这里看你们做戏。沈姑娘，你的话虽然有理，但事关你沈记的声誉和掌柜的身家性命，你既要证明清白，那便拿出证据给三皇子看，否则难以服众。姑娘，你就没有什么要问的吗？你这话的意思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是打算帮忙，还是纯属想看热闹？还有那个狗男人赵玉，
谁吓你跳出来维护？一个既要又要还要的人，竟还在这里装藕断丝连，看着就叫人恶心。冯太医，臣女冒昧，想问一下您所说的加在点心里的药物是哪一种？民女略通些医理，对药材也有些研究，想看看能否一次找到证据。冯太医连忙将药物的情况说了出来。沈清离闻言点了点头。回三殿下，此种药物虽是白色粉末，但民女此前恰好研究过，残留在指甲上，很快便会呈现黄色。民女敢保证，沈记的点心送来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如果这里没有人离开过，那只需查看谁的指甲泛黄，让冯太医一看便知。还望三殿下还民女清白。赵婉一个颤抖，低下头的瞬间，眼里满都是惶恐。冯太医，沈姑娘说的可是真的？回三殿下的话，确如沈姑娘所言，那药粉附着在指甲上会变成黄色，而且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消失的。来人，给本殿查，本殿倒要看看是谁如此放肆，敢在本殿这做手脚。属下连忙带着人挨个查看，只有看到彩绢时，她浑身颤抖。婢女立刻把彩绢的手强硬掰开来。冯太医走近了一看，正是这个颜色。三殿下，就是这个味道，那位姑娘正是吃了这个才会被刺激恶心。小姐，救我！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是这个奴婢所为，还请王爷和殿下给民女做主。好你个贱婢，难怪求着我带你过来，原来是要背着我做这种事，还敢让我救你！你害得宋姑娘晕倒，又扰乱了三殿下的宴席，还差点冤枉了沈姑娘，你这让我怎么救你？彩绢都懵了，说好的有事小姐顶着呢。小姐，您救救奴婢，奴婢是……住口！你胆大包天，背着主子做出这种事，还不快跟三殿下认错！你怎能如此糊涂？我知道沈姑娘从前为难过你，可你即便再记仇，也不能在三殿下的宴席做这种危险之事啊！冤枉了沈姑娘事小，若是伤了王爷和各位殿下，你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哼，你也知道危险，那还敢不怕死做这种事？奴婢，都是奴婢一时糊涂，奴婢不是有意要害谁，只是想给沈姑娘一个教训，求小姐救救奴婢。但在座的都不傻，不可能看不出门道。当我们都是傻子，很好糊弄是吗？你一个奴婢，没有主子的指使，敢在三殿下的宴席上闹出这种事。宋姑娘，你别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这贱婢是随便找了一块点心下的药，并不是有意针对你。赵姑娘这话有意思呀，你刚刚说你不知情，现在却又知道你的婢女只是随便找了一块点心，你对她的动作很了解吗？我哪里了解了，我是猜的，宴席上这么多点心，她只有那么一点药，当然只能随便找一块了。是吗？沈清离不给赵婉过多时间思考。你怎么知道她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药？万一她胆大包天带了很多进来，还想要谋害其他人呢？这可不是小事啊，必须要查清楚了才行，别还有其他东西也被下了药。你少冤枉人，我就买了那么一点，她怎么可能有一大包？你别……话都出口了，赵婉才意识到不对劲。你竟然给我下套！不是这样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你引导我说的。你若没有做过，又怎么会上我的套？众人的表情再次精彩起来。侯府当真好得很。皇叔，事情已经明了，沈府是被冤枉的，是侯府的人想算计沈姑娘，并非有人想谋害皇叔。楚少渊抬眸看向他，并未表态。主仆二人皆有问题，好在所用药物没什么毒性，沈姑娘也并未受牵连。依皇侄之见，不如就小惩大戒，让他们给……在看到楚少渊逐渐变冷的眼神时，硬生生咽了下去。此事发生在皇侄府上，未免有人说判罚不公，如何惩罚他们，还请皇叔做主。既如此，为主的罚15大板，为奴的罚10板，就在这儿打，小惩大戒，以儆效尤。一听要打板子，赵婉吓得脸色发白。母亲，大哥，你们快说句话呀！赵玉见他看过来，不想搭理他。求王爷开恩，念在小女年幼不懂事，饶她这一回。臣妇回去后定会好好管教她。确实该好好管教管教。见侯夫人求救无用，三皇子也不能再耽搁下去，只好吩咐人开始执行。板子落下，喊叫声响起，惊吓加疼痛直接晕了过去。侯夫人转过头，一脸不悦地看着自己儿子，甚至凶狠地看向沈清离。出了这种事，宴席肯定是无法再继续了。楚少渊先一步走了过来。恭送王爷，你要做什么？王爷恕罪，臣女并非有意冒犯，只是想来感谢王爷替臣女主持了公道。你想多了，本王并非在为谁主持公道，本王只是不允许在本王的眼皮子底下出现这等阿杂之事。等楚少渊走出了几步远，也都相继跟着离开宴席。王爷你也敢冲撞？回家好好闭门思过，没有我的允许，这2日不许出门。
三皇子府外，沈清离刚走出几步，赵玉追了过来。青离，让你受惊了，婉儿做的事儿都是他一个人的主意，我并不知情。我代婉儿向你道歉，回去后我定会好好的约束他。道歉有用吗？如果不是我略通要理，如果不是王爷在场，今日我还能全身而退吗？我不想与侯府为敌，可若侯府的人执意找麻烦，我倒是也不惧斗一斗。沈清离，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为何现在变得如此的咄咄逼人？一点小事儿你非要揪着不放吗？婉儿是有错，可你今日到底是没有受到伤害，婉儿也受到了惩罚，你就不能够大度些，别得理不饶人了？你没见我一直都在帮你说话吗？你如此的斤斤计较，太让我失望了。你要另娶他人是小事，赵婉设计陷害我是小事，是不是在你眼里只有官职和爵位才是大事？什么叫做没有受到伤害？难道在你看来只有皮肉之伤才算是伤害吗？你有病吧？不去教训犯错的人，却跑来我这里发疯，我管你失望不失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你是什么意思都已经不重要了。说完后直接上了马车离开。赵玉愣在原地，看着马车越走越远，怎么都想不通沈清离为何可以做到如此坚决。你那点挣扎不舍，并非是因为失去我而难过，你只是因为事情没有按照你的预想走下去，我没能如你所想那般对你言听计从，心有不甘罢了。不远处楚少渊的马车看完这一幕后才离开。主子，看样子赵玉还没有死心呢。早了，他的不死心还在后头。晚上，赵婉从昏迷中醒来后，她趴在床上哭得死去活来。好了，婉儿，别哭了，涂的药刚刚开始起效，一会儿再把伤口震开来。哭，惹了这么大的祸，不知道好好的反省，还有脸在这哭闹，你可真是胆大妄为。知不知道今日你差点闯了大祸？幸好那块点心是被宋云瑶吃到了，若是让王爷吃到了，或者是哪位皇子吃到，判你个谋害皇家人之罪，可就不是打10几板的这么简单了。哪有那么严重？我下的又不是什么毒药，哪会跟谋害扯上关系？你竟然还不当回事儿？就算不是他们，万一被哪个怀有身孕的妇人吃到，你可有想过后果吗？出了什么事儿，人家能够轻饶了你？这不是没出事儿吗？我都被打成这样了，你怎么还这么凶我？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哥？你简直不可理喻！幸好是没出什么事儿，真出事儿了还来得及吗你？母亲，你看看大哥，就知道凶我，在三皇子府时也是，不但不为我说话，还帮着外人对付我。哎呀，行了，都少说两句。你妹妹昏迷刚醒，还疼着呢。说到底，还不是都怪沈清离那个贱丫头。要不是她跟你闹成这样，你妹妹也不会想给她个教训。母亲，她已经不小了，你如此娇惯纵容，她早晚要闯出大祸来。你看看人家沈清离，只不过是比她大了2、3岁，便能够接管整个沈府。再看看她，除了闯祸还能干什么呀？她有点本事又怎样？一个卑贱的商户女也配与我比较？我是侯府嫡女，不需要操心那些。你简直无可救药。说完不再理会这母女俩，转身走了出去。你哥说的没错，你是该学起来了，将来你必定是要做主母的，不能没有掌家的能力。川南张嬷嬷送出去的信顺利到了平南王手中。见过祖父。坐吧。听闻上京来信了，算是个好消息。离儿已经在和侯府取消婚约，这孩子的性子啊，随你姑姑。婚约取消，祖父这下可以放心了。上京有的是好人家，表妹不愁嫁，姑姑想必早有预感，就怕会出现，才会提前对张嬷嬷做此安排。祖父，回上京的事，孙儿都已准备妥当，父亲也已安排好军中事宜，明日便可出发。我们都想早些见到表妹。那便明日出发。宴席上的事传进了宫里。听闻你还动怒了。皇兄知道的，臣弟眼里一向容不下沙子，碰上了就顺手管一管。三皇子最近动作不少，也是该敲打一下了。最近那3个跳得都很欢，这次盂县的赈灾，朕打算交给4皇子去办。皇兄圣明。还有一事让朕颇为头痛，平南王此次平息了叛乱，朕在想应该奖赏些他什么。平南王对皇家忠心，即便皇兄什么都不赏赐，他一样会尽职镇守川南。话虽如此，若非此番平南王亲自上阵鼓舞士气，也不会这么快平息叛乱，朕总要赏他些什么。皇兄厚爱忠臣，既然是要赏，便要赏得其所。平南王府已经封无可封，臣弟倒是想起一个人，听闻平南王最近寻回了外孙女，想必此次也会带回来，不如给他一个封赏。哦，竟有此事啊！臣弟也不知全貌，只听手下汇报有此一事，说父母皆亡，是个孤女。若真是如此，那朕倒可以给那姑娘一个县主的封号，想必平南王不会推脱。皇兄说的是，此前屡次封赏都被平南王给婉拒了，可见他不是个贪心不
不足的。楚少渊说着垂下眼眸，就算平南王此次要推脱，我也会想法子让他接着。即将县主加身的沈清离走在去庄子的路上，谁在背后说我坏话呢？小姐可是冻着了哦，没有，兴许是吸到了什么灰尘。我们小姐心善，你们可得知道感恩才行，别像有些人那样忘恩负义就好。是，东家的好，我们一定会记在心上。庄子在郊外随便在马车上对付吃了，便准备回府去。刚走出没多远，咯噔一声停了下来，似乎是出了问题。小姐，是马车的轮毂坏了，也是奇怪的很。出门时明明检查过的。躲在暗处的青叶，你是检查过了，可也架不住被人动手脚呀。沈清离见状也走了下来，这下可麻烦了，这一时半会儿也修不好。最近的庄子也要走上半个时辰，都怪我，是我没仔细检查。元伯，无妨，左右我今日来也没什么事，你去庄子上找辆马车来，春草和秋雨陪我在这里等着就好。好，我这就去。不远处有马车声传来，这一瞧，马车倒是不小，不知道是去哪里的马车。元伯准备上前去问问。实在抱歉，我们的马车呀坏在路上，不知道能否请2位小兄弟帮忙，一起将马车移开，也好让你们的马车过去。怎么回事？听到声音的沈清离这人的说话声怎么有那么一丝耳熟？看清车内人的面容，他拎起裙摆慌忙走过去。民女见过王爷。什么？眼前这位竟然是王爷？草民方才不知是王爷，请王爷恕罪。无妨，都免礼吧。主子，沈姑娘的马车轮毂坏了，一时半会儿修不好，只能先移到一旁了。那便先移开，出门时怎么也不知道检查一下，做事太不仔细了。是，小的下次一定注意。王爷教训的是。待青云青木移开马车，青木留下，把沈姑娘的马车给修好，再将车夫和他们2人送回沈府。你上来，随本王一道进城。春草和秋雨瞪大眼睛，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民女跟王爷同乘一辆马车，这不好吧？你是本王的救命恩人，若上旁人知晓，本王把救命恩人丢在这荒山野地里面不管，有损本王的名声。民女多谢王爷。看着沈清离上了马车，青云和青木对视一眼，主子何时在乎过名声？为了哄沈姑娘上马车，也真是说谎话不眨眼睛。小姐真跟着王爷一起走了？小姐您自求多福吧，奴婢就算嘴巴再毒，也不敢对这位。奴婢这3脚猫的功夫，怕是打不过他们，实在不敢抡拳头。马车上2人面对面坐着，打量完车内，见楚少渊始终闭着眼，面无表情。瞧出什么来了？民女失礼，还请王爷恕罪。本王很可怕吗？青云在外头忍不住抚额。主子呀，您别忘了，这是在跟沈姑娘说话，不是那些个大臣下属。您这样审问般的语气，沈姑娘不吓到才怪呢。您倒是温柔一点啊。可不可怕？你心里没点数吗？是有点。这就害怕了？前2日在三皇子府时，本王瞧你挺能说的呀，跟侯府对抗也没见你害怕，怎么到了本王这儿，连句话也说不利索？莫不是把本王当成洪水猛兽了？说您是洪水猛兽一点也不为过，在您祖王殿下面前，谁能不害怕呀？再说了，在三皇子府时，那是在证明清白，不好好说清楚，可是要挨板子的。而且那时候人多，现在就只有我们2个。民女一向胆子小。沈姑娘这话谦虚了，在茶园那几日，沈姑娘是如何对待本王的，本王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时秦少渊浑身是血的闯进茶园里，突然倒在楚玉离面前，他都快吓死了。又是给楚少渊包扎上药，又是熬夜照顾。醒来后，他非但不领情，还拿着刀架沈玉离脖子上，问沈玉离是不是要害他。何况那时候又不知道他的身份。那时也是救人心切，王爷您宽宏大量，不能撑船，别跟民女一般见识。本王玉佩都给你了，自然不会计较，你不必紧张。尝尝这个如何？多谢王爷。这个王爷好像也还行，并没有传闻中那么可怕。那日在京府匆忙，倒是没有问沈姑娘因何原因要跟侯府取消婚约呀。侯府想攀高枝，民女只是个商户出身，遭他们嫌弃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不怨恨？他们不配民女怨恨。也不伤心？有何好伤心的？民女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走不通，换条就是了。而且沈府又没什么损失，该拿的都拿回来了，我与他也不曾如何，不过就是浪费了一些光阴罢了。楚少渊颇为满意。很好。是听错了吗？这位的语气似乎挺开心的样子。本王确实很高兴，但本王现在不能说。本王乏了，沈姑娘自便。离进城还有好一段路，他干脆也靠着闭目养神。今日多谢王
王爷。今日之事纯属巧合，不算在救命之恩里面。若有所求，准你拿玉佩来找本王。沈清离愣了下，他本来也没打算将这事算在救命之恩里。民女记下了。看着人进了府，青云才驾着马车返回街市。赵婉挨打之后，在府中待了这些日子，他都快憋疯了，便要拉着江梦雪去街市。眼看到了饭点，赵玉便带着他们出去用膳。好巧不巧的，途中遇上了沈清离。真是晦气，怎么哪儿都能遇见他们？沈清离，你藏的可真够深，枉我们一直把你当自己人看，你却处处提防我们。这话说的一点也不脸红。你们侯府什么时候拿我们小姐当自己人看了？瞧瞧你们做的那些事，分明是拿神府的银子和嫁妆当自己的看了。赵婉本想骂贱婢，主子还没开口，哪有你个奴婢说话的份？沈清离，你也不知道管管。奴婢护主有何错？上刚好就跑出来乱咬人，侯府怎么也不知道管管，拴条链子什么的。拴根链子，这是在骂他是狗吗？沈姑娘，怎么说你也是在侯府住了1年，没必要把话说的这么难听。话说的再难听，也没有侯府做的事难看。我一向得理不饶人，所以奉劝你们还是不要再来招惹我。晚上刚好，心情还有些情绪，我会好好管着他。你这段时间怎么样啊？我好得很。他越是这般淡然，赵玉心里就越是不平衡。青离，我们能不能够不再闹下去了？我知道你有情绪，也知道你根本就放不下我，只是不想承认罢了。不想承认的人是你吧？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没有跟你闹。你要实在是闲得慌，就去路边数蚂蚁，别再来招惹我了，成吗？让他去数蚂蚁，这女人属实有些过分。沈清离，你当真一点都不担心以后吗？我是在给你台阶啊！以你的身份做侯府妾室也是到底了，你莫不是眼高于顶，还想嫁给皇子王爷不成？沈清离属实无语，他都想扒开赵玉的脑子，看看这人到底是不是有病。你是魔怔了吗？还要我说多少遍？我们已经结束了，你是听不懂吗？你到底是谁？他这话一出，江梦雪和赵婉都是一脸的懵样。大哥，你没事吧？他还能是谁？他是沈清离呀！你哥脑子坏了，快把他领去看大夫吧，别一会儿倒在这儿还要讹上我。沈清离，你别不识好歹，把事情闹成这样，还觉得自己很厉害是吧？侯府只不过是懒得跟你计较，我哥也对你手下留情了，否则就凭你一个无依无靠的商户女，真以为侯府拿你没办法是吗？你别得意，真以为我哥这样是离不开你啊？我哥那是可怜你罢了，怕你没人要，给你个妾室做做，最多还有5日，平南王就要到上京了，到时候就能见到他的外孙女儿。凭我哥的样貌，他定然能看上，只要2家的亲事定下，我哥定能平步青云，到时候就算你想回来做妾，我们也不会要。哼，你就后悔去吧。还定然能看上，真不知道你们哪来的自信，认为亲事一定能定下。现在你多嘚瑟，到时候脸就会被打得多疼，也太不要脸了。要不是小姐不让说，我现在就想看你后悔的样子。你们安阳侯府和他的婚事定不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沈清离，你咒谁呢？定不定的又不是你说了算，你在这装什么先知啊？沈清离甩开赵玉的拉扯，带着秋雨走了过去。大哥，你看什么呢？山都走远了。清风茶楼，主子查清楚了，刘掌柜的确是平南王的人，5年前从川南来的上京，不止刘掌柜，跟他一同来上京的还有3人，都安插在沈府其他铺子里，沈姑娘身边的护卫中也有。那就对了。知道了。平南王到何处了？回主子，再有4日便可抵达上京。再有4日到上京，到时候就能看到好戏了。主子，这是余县县令越过知府直接送来的折子。余县实际的灾情比知府汇报上来的严重很多，这也是为何城外的灾民越聚越多的原因。再这么放任下去，恐生乱子呀！邱知府不愧是跟过吏部尚书的人，把贪腐之道的精髓全学了去。城外灾民聚集，那姑娘明日就要去设粥棚，你派人暗中看着点，谨防有人闹事。是，主子。昨日他得知沈姑娘要去城外设粥棚给灾民施粥，这不真被他猜中了。天刚擦亮，沈清离就带上米面吃食，还有一些药材出城去了。小姐，奴婢昨日在街上时，听闻吏部尚书的女儿宋云瑶，还有顺宁侯府的人，今日也会去城外施粥。宋云瑶挺爱出风头的，估计是想吸引王爷的注意，她可真是胆子大。小姐的意思是，那宋姑娘心仪萧王殿下8成不假，看她瞧王爷的眼神就能看得出来，恨不能长在人家身上。只不过根据沈清离听到的传闻，那位好像有癖好，并不喜欢女子。他可真不怕死，连王爷都敢惦记，就不怕哪天王爷不高兴惩治了他。旁人的事我们管不着，说说也就罢了，还是先想好一会儿从哪儿着手。到了城外设粥棚的地方，沈清离吩咐人把东西全部搬下马车，宋云瑶的马车也到了。小姐，您看，那不是安阳侯府的赵婉吗？她竟然也跟着宋姑娘来了。来就来呗，这么大地方，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互不干涉。
三拨人各自都在忙活，正忙着呢，赵婉和宋云瑶走了过来。怎么哪儿都有你？你挺爱出风头啊！听闻你和王爷有关系，你是如何认识的王爷？用了什么手段？这与宋姑娘无关吧？认识又怎么样？我奉劝你一句，别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王爷天之骄子，身份尊贵，可不是你这等商户女可以肖想的。我有何想法，还轮不到旁人多管闲事。你们这么爱操心，不如多去灾民中间走走，看看那些灾民们需要什么，也不枉你们来这儿做戏一场。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好大的胆子！我父亲可是吏部尚书一品官，你就不怕得罪了我？我让你的铺子在上京开不下去。就是啊，也不知他哪来的底气，跟谁都这么嚣张。让开一些，别挡着人家的道。我请自来，属实冒昧。我是顺宁侯府长房的长女袁琴，问姑娘好。我是沈府的沈清离，袁姑娘可是有事？闻见这儿有药香味儿，我从小体弱，汤药喝多了，也识得一些药理。沈姑娘这应是驱火清热的方子。我今日思虑不周，只带了米面，我那一块也有灾民需要清热，瞧见你还有药材，不知可否借我一些？袁姑娘客气了，这些本就是给灾民准备的，无需借，姑娘直接拿去就是。多谢沈姑娘。觉得沈清离出了风头，赵婉和宋云瑶心里不痛快了。袁姑娘，她的药材你还是别用的好，她又不是大夫，万一给人吃坏了，到时候连你都要受连累。就是啊，她一个商户女，懂什么药方？不劳二位姑娘费心，都是来施粥救人的。我相信沈姑娘人美心善，必定不会做害人之事。二位姑娘又何必恶语相向？我并不是说她有意害人，我是怕她自己不懂装懂，好心办了坏事儿。那也与沈姑娘无关，我也略通药理，东西是我自个儿来讨要的，不怕连累。袁姑娘误会了，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那边还有事，先过去了。说完连忙扯了扯赵婉，一起回了自己那边。嘴碎之人，沈姑娘不必放在心上，若有什么需要，来那边寻我即可。袁姑娘客气。不过有了赵婉的挑拨，宋云瑶已经开始讨厌沈清离，把她当竞争对手了。这里发生的事情回去就如实汇报了。外祖父一家明日就能抵达上京，楚圣帝特派大皇子前去城门迎接。城门外最前面骑在战马上的领头之人，便是战功赫赫的平南王，身后一左一右分别是儿子秦叔和长孙秦朔。秦家女眷先一步进了城。老臣见过大殿下。见过大殿下。都免礼吧，大军一路辛苦了，父皇特命本殿在此迎接，快请随本殿进城去。老臣谢殿下。沈清离坐在街边茶楼里，透过窗子看着街道中间，那个便是外祖父了。楚圣帝要给他们设宴接风洗尘，平南王都婉拒了。他此次回来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宣布认回外孙女，他要在府中设宴。楚圣帝便依了他，还说到时会亲临平南王府。第二日刚用完早膳，一辆马车来到沈府，接上沈清离直接去了平南王府。平南王一家早就候在院中，在等人的时候，平南王在院中来回踱步，这会儿人真到跟前了，他反倒有些紧张，惹得其他人一阵低笑。笑什么笑，没规矩。面对和秦芷眉眼很是相似的外甥女，就连舅舅秦叔也有些眼眶发红。好孩子，快进屋吧。梨儿，我是舅母，这是你外祖父，这是你舅舅，这是你表哥秦朔，还有你表妹秦若燕。见过外祖父，见过舅舅舅母。表姐，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哎，不对，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我早就想要个姐姐了，哥哥一点都不好，整天就知道管着我。沈清离心下有些感动。洛英说的对，我们本就是一家人。这次回来，除了你舅舅之外，我们都会在上京常住。往后你再也不是孤身一人了。你母亲离世之后，我们都十分的挂念你，尤其是得知了侯府那一家子，好在你聪慧，婚约已经取消了。你放心，有我们在，你的婚事不用愁。你舅舅说的对，你心思通透，应该已经猜到我此前为何要如此安排，这结果也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你可有怨我？外祖父是为了我好，我怎么会怨呢？让我看清了他们，我心里只有庆幸。不怨便好，你是个有主意的，也足够聪慧，但到底年岁尚轻，很多事看不清楚实属正常，就像你母亲当年一样。若是我当年能让她早点看清，而不是一味的反对，或许结局就不会这样。外祖父，我都明白，图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这一辈子也并非一定要嫁，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不嫁那怎么行？难不成孤独终老吗？这事不急，你刚退婚，先缓一阵子也无妨。把你接过来是想跟你商议一下认亲的事，我想3日后在府中设宴，找个
告你是我的外孙女，此事你可有意见？但凭外祖父安排，沈清离去平南王府并没有背着人，此事第2日便传到了安阳侯府。安阳侯这段时间外出，今日刚回侯府，听闻了婚约已经取消。你这是要气死我！枉我和你母亲替你谋划，找了个钱袋子来养活侯府，你倒好，就这么把人放走了不说，还损失了铺面庄子，你让我说你什么不好？父亲，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那沈清离的脾气实在是太倔强了，得知我们的计划之后，竟不管不顾，非要取消婚约。原本我是有把握用嫁妆来要挟的，让他留下做妾，可没想到会冒出个王爷，加上平南王快回来了，此事只能够作罢。如今都已经取消了，再纠结也无用了。你先起来吧，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赵婉和侯夫人也松了口气。沈清离的事不急，左右他一时也不会找下家，我后面自会想法子哄他回来。沈家的钱到不了别人的口袋。今日收到帖子，平南王后日要在府中设宴，特意邀了我们前去，正好可以趁机好好商议定亲的事儿。只要亲事定下，到时候就算是宋尚书不给侯府面子，也会看平南王的面子，进入吏部应该是不成问题。安阳侯闻言沉默了片刻，也只能如此了。侯爷，公子，小的得到消息，昨日早膳后，沈姑娘去了平南王府，在里面待了不短的时间才回府。你说什么？沈清离去了平南王府？此事当真？回公子千真万确，就是不知沈姑娘为何会去。后日平南王府设宴，肯定要用点心酒菜，沈清离过去会不会是为了这个？莫不是他记恨侯府，跑去乱嚼舌根，把2家婚约的事捅给平南王听了？这该死的沈清离，嘴上说着不在乎，背地里却跑去坏侯府的好事儿。这事儿在三皇子的府时就已经闹开了，早晚也是瞒不住的。只希望平南王不要听信他的一面之词。说他添油加醋，故意损坏你的名声，平南王不知全貌，再信了他的说辞，那婚事岂不是危险了？我这就递上拜帖，明日去一趟平南王府。也只能如此了。父亲，怎么了？可是在担忧此事？该不会真这么巧合？这姑娘和平南王真有什么关系吧？无论事情如何，你明日去一趟平南王府。是，儿子知道了。不出意外，次日赵玉并未得见平南王，但府里管家说平南王这2日不得空，有什么事赴宴时再说也不迟。主子，侯府得了消息，果然坐不住了。赵玉给平南王府递了拜帖，但老王爷说不得空，并未见他。听了青木的汇报，楚少渊唇角微勾，毕竟手握20万大军，这个诱惑可是不小。安阳侯府一家到达时，玉儿，你还愣着做什么？时辰已经不早了，再不进去可就要失礼了。刚准备进府，迎面瞧见楚少渊从马车上走了下来。见过肃王殿下，都免礼吧。他总感觉王爷看他的眼神另有深意。楚少渊刚走过去，赵玉又瞧见一辆熟悉的马车，沈清离怎么也过来了？安阳侯眉头一皱，春草和冬雪一左一右的护着沈清离，绕过他们，径直往大门走去。站住！你来干什么？平南王府的宴席是你这种人随便能进的吗？你是不是又要来挑拨离间？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你前日是不是来过？是不是说了我哥很多坏话？你怎么这么恶毒？嘴上说不在乎了，现在又来破坏我哥的好事儿。就算你把这事搅黄了，侯府主母也不可能让你来做。之前给你机会你不要，现在还来找玉儿干什么？赶快离开这儿，干坏了玉儿的好事，我饶不了你。侯夫人还想说什么，被赵玉拉住了。青离，我没有想到你竟然追到这儿来，这儿真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今日对我很重要，你别在别人府上闹事儿，有什么话等过了今日再说。听我一句劝，2家真没必要闹成这样，你还是先回吧，扰乱了平南王的宴席，后果你承担不起。你们说完了吗？说完了，我要进去了。碰巧这时府中管家走了过来，这几人要来平南王府闹事，快将他们赶走。几位误会了，沈姑娘是老爷请来的贵客，我可没这个胆量赶人。姑娘里面请，老爷已经等候多时了。有劳管家。看着沈清离被请进府，侯府几人都愣住了。吏部尚书也到了门口，安阳侯和他打了招呼，2家人便一同进去了。平南王正和楚少渊在书房喝茶谈事，听了汇报，他才邀楚少渊一同前往宴席。见过肃王殿下，见过平南王。都不必多礼，今日是平南王的家宴，都无需拘着。楚少渊说着坐了下来，平南王也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皇上驾到！平南王连忙过去相迎。皇上驾临，未有远迎，府上人不懂规矩，是老臣管教无方，还请皇上降罪。臣等有罪。爱卿何罪之有啊？是朕没让他们通报，与下人无关，你们也都起来吧。谢皇上。等他坐下了，众人才跟着坐下。平南王大圣
而归，朕该在宫中给他设宴接风，但他说有家事要处理，朕也只好噎了他。那便借他的宴席，众卿一同举杯，庆贺平南王凯旋。庆贺平南王凯旋。老臣谢皇上厚爱。安阳侯府这边脸上笑得勉强，楚少渊边应付别人敬酒，见赵玉面如菜色，他甚是快乐。他绝不能允许自己看上的姑娘被蹉跎算计。听闻秦爱卿此次设宴是要宣布找回了外孙女，让朕瞧瞧是哪位姑娘。回皇上的话，那孩子正在院中准备，此刻应当差不多了，老臣这就去带他来面圣。祖父莫动，昨日去。此时赵玉迫切想知道庐山真面目的平南王外孙女秦若烟趴在桌边，表姐你可真好看。你自己也是个美人啊。母亲，祖父差我来带表妹过去宴席面圣。表哥，表妹，我们之间无需这般客气生分，往后我便跟母亲一样唤你离儿。见他们相处的不错，秦夫人很是欣慰。都是好孩子，你们兄妹三人往后不分你我，任何时候都记得要相互帮扶。知道了，母亲。知道了，舅母。走吧，别让他们等着急了。赵婉瞧见秦朔的身影，大哥来了来了，真好奇他长什么样，如果他比沈清离长得美就好了。赵玉一双眼睛盯着门口，看清了跟在秦朔身后出现的人，正是那张他熟悉的面孔时，赵玉的脑袋嗡的一声，怎么会？怎么可能？他没有机会了。但因很多人都未曾见过秦若烟，纷纷开始猜测到底哪个才是平南王的外孙女。大哥，粉色衣裙的一定就是，虽然没有沈清离长得美，但也很可爱。安阳侯夫妇却是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楚少渊却是心情大好，从未见过如此装扮。你赵玉眼睛蒙了尘，看不到眼前人的珍贵，我楚兆渊可是慧眼识珠。臣父秦氏，臣女秦若烟，民女沈清离，见过皇上，见过父王殿下，见过各位皇子。都免礼吧。谢皇上。见礼之后，秦夫人和秦若烟入了座。皇上，这便是老臣的外孙女沈清离，今日的宴席便是专门为她而设。竟真的是她？算计来算计去，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恭喜平南王，贺喜平南王，找回外孙女可真是大喜事啊！一看就错不了，眉眼和秦将军有些相似。是啊，不仅人美，还端庄大方。多谢诸位，多谢诸位。坐在不远处的袁晴悄悄看了看沈清离，没想到竟是平南王的外孙女。怎么了？不是。宋云瑶此刻脸上一阵发烫，低着头坐在那，尽量减少存在感。朕看着不错，举止端庄，进退有度，是个好姑娘，不愧是平南王的外孙女。平南王此番退敌有功，朕思来想去，不知赏些什么。今日平南王府认亲，如此喜事，应该喜上添喜。说着扫了眼在座众人，传朕的旨意，沈氏女沈清离，端庄大方，蕙质兰心，着封为县主，赐号清离。在场的其他人都很惊讶，平南王一家子更是颇为意外，但这封赏他不敢收着。离儿本身没什么功绩，他连忙走过去跪下。沈清离也很有眼力见的跟过去，在他旁边跪下。老臣谢皇上厚爱，离儿他。怎么了？可是旧伤复发了？来人，快去传冯太医过来瞧瞧。是，老奴这就去。臣弟无事，只是突然不适了一阵，缓缓就没事了。皇兄不必担忧。朕怎能不忧？你此前落下一身伤病，得好好养着，可不能马虎了。回头还是让太医去府上瞧瞧。臣弟谢皇兄的关怀，平南王谢了恩还跪着呢，他受伤了还未痊愈，不宜久跪。皇兄还是快让他起来吧。他刚刚谢完恩了吗？好像没有吧。免了，李福，快去将平南王扶起来。恭喜平南王，恭喜沈姑娘。恭喜平南王，恭喜沈姑娘。都已经这样了，平南王也不好再婉拒。接连的震撼不光激得赵婉眼冒金星，也让赵玉脑袋发懵。沈清离却是没有起身，仍旧跪在那里。他看得出外祖父其实是想拒绝的。臣女谢皇上恩赏，如此厚恩，臣女自觉受之有愧。作为女子，无法像外祖父一般御敌于疆土之外，却也想尽绵薄之力。楚少渊却是眼眸微动。前2日在城外施粥，从灾民口中得知禹县有灾情，幸得皇恩浩荡，及时赈灾。臣女想着赈灾必定需要不少银两，臣女没有旁的，所幸还有些家业。臣女得了皇恩，自当有所回报，愿将沈家一半的钱财捐于国库，以谢皇恩。什么？他们没听错吧？这姑娘竟然要捐出沈家一半的钱财，皇上这个封赏给的不亏。好，
好好。楚圣帝笑得很是爽朗。青离郡主，此等胸襟，此等魄力，堪比男儿，有过之无不及。平南王，你这个外孙女认得好啊，认得好啊！谢皇上夸赞，离儿能有此胸怀，老臣也为他高兴。青离郡主，坐下说话。是，谢皇上。沈清离起身回了座位，他心里其实还有个想法，但倘若他自己再主动说，会显得太过出风头。而安阳侯府的人一句话都没说。宴席临近结束时，平南王送楚圣帝和楚少渊离开，其他的宾客自有儿子和孙子来招待，根本不给赵玉接近的机会。赵玉离开平南王府时，如行尸走肉那般，待送走所有宾客后，你这孩子，沈家一半的钱财，说捐就捐了。方才来不及跟您商量，自作主张做了这个决定，外祖父可怪我鲁莽。你这个决定做得好。平南王怎么会不知道外孙女的想法？这是沈家的家业，是你母亲辛苦为你挣下的，你想怎么支配，全由你自己做主，我们都不会插手。你外祖父说的对，我们不会插手，但若是有人想要觊觎，我们定会帮你。是啊，若不是得知安阳侯府不怀好意，我们也不会瞒着你出此下策。所幸你这孩子是个心思通透的，做事也足够果断，没被他们拿捏。舅母，我明白你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好，我定会记在心中。皇上会给离儿封县主，确实让人意外，但离儿短短时间内就能想到这些来应付，着实让表哥佩服。大哥说的是，我当时都震惊了。不过表姐的那番话更让人震惊，简直就是女中豪杰。我宣布，表姐以后就是我的榜样。我可不是什么榜样，你可千万别学我，到时候脑门一热，也把秦家的家业给捐了，那我可就成罪人了。他这话惹得众人一阵笑。自从女儿秦芷离开后，加上平南王妃离世的早，平南王似乎再没感受过如此氛围。皇上今日之举属实突然，也不知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是谁出的主意，只能说这个封赏给得恰得其所，李二确实需要个身份，皇上定也没想到一个县主封号换来国库充盈，如此一来，不但皇上封赏的心里舒畅，旁人也没什么能再非议李二的了。出主意的在这里，哪总不屑。外祖父英明，即便我什么都不做，白拿了这个封号，旁人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地里也免不了诋毁。说是单以银钱买封号，必定也会遭人非议。大楚似乎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可若是先得了封号，再捐出银钱，那就不是买卖，而是感恩皇恩浩荡。其实我也是在效仿前人所为罢了。离儿懂得还不少。是啊，嫣儿，你可得跟离儿好好学学。果然，你们有了表姐就不疼我了。明日我便离家出走，住到表姐家去。表妹还小，不着急。而且我觉得表妹这样就挺好，懂得多了未必是件快乐的事。李二说的是，别管嫣儿那丫头了。我今日瞧着那赵公子，好像眼神不太对。何止是赵公子，表姐进院的那刻，我瞧着侯府那一家子，表情都可精彩了，脸全黑的跟锅底一样。我还听管家说，今日在府门口时，他们还想拦着不让表姐进门呢，态度很是嚣张，还说了不少嘲讽表姐的话，真是一家子都没良心。他们若是有良心，事情也不至于此。我听张嬷嬷说，离儿最后是闹到了公堂上，才把嫁妆拿回来。张嬷嬷并未把全部细节告知，但沈清离觉得都是自家人，没必要瞒着，便将事情的经过跟他们说了，也包括楚少渊的事。事情就是这样，我此前一直都有留心他们拿了什么，又给了谁，才会揪住他们的把柄。也幸得王爷在场，金府的人才没有乱来。不管怎样，好在结果是满意的。想不到你还救过王爷。今日我与王爷交谈时，倒不曾听王爷说起此事。我与外祖父的关系，王爷并不知晓。救他之时，就连我自己也不知晓。当时只告诉他我姓沈，他伤好之后就离开了茶园，后面便再无交集。既如此，那就全当没有这回事。至于王爷说的恩情，不到万不得已。外祖父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若非必要，我不会去打扰王爷。表妹知分寸，祖父不必担忧这个。倒是安阳侯府，想必还会地拜帖。舒儿说的没错，此前虽未当面敲定，却也谈了个大概。他们还心心念念能和我们攀上关系。今日是人多不方便，他们定会再找机会上门，免不了要碰一次头。若他们再来，父亲还是见一见吧。他们只要有脸过来，我便有话回他们。正因为知晓表姐已经和侯府定了亲，我们才会同意此事。这还没等我们回来，侯府便先弃了表姐，这事他们做的不厚道，只怕他们自己都觉得臊得慌。人小鬼大，这事你不必担忧，我早有对策。若侯府的人再找你，你也无需跟他们纠缠，只说你的婚事从今往后都由我做主，让他们有什么话只管来找我说。是，我知道了。如秦若烟所言，
安阳侯府此时气压很低，这叫什么事儿吗？算计来算计去，到最后还是绕回了沈清离身上，在人家外祖父家门口拦着不让人家进去，还说了那么多，真是太丢脸了。早知道都是沈清离，还费那么大心思算计干什么？直接按婚期完婚就行了。现在可倒好，什么平南王的助力，什么沈家的家产，哎呀，全都泡汤了。早知道，哪有那么多早知道？还不都是你们心比天高？你这是什么话？当初可是你自己说的，沈家那姑娘旁的都挺好，只可惜没有身份地位，给不了月儿什么助力。说侯府主母给她来做，着实浪费了。若不是你这么说，那远亲找上来时，我便不会跟你提及此事了。好了，事已至此，再说这些也没什么用，还是想想后面该如何做吧。月儿，你接下来有何打算？赵玉的思绪还在放空。大哥，你该不会是被他们气傻了吧？都这样了，你怎么还笑得出来？气？我能气什么呀？气平南王太过狡猾，故意隐瞒真相，把我们侯府玩弄于股掌之中吗？还是气我们背信弃义，把本该明媒正娶的姑娘推入后院做妾室？你倒是说说，我该气什么呀？还能气什么？当然是平南王府欺人太甚，故意瞒着沈清离的身份不说，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所以根本就没有要不然，正因为他什么都没说，我们才没有理由找他。那此事就这么算了？那也太憋屈了。不算了还能如何？你敢冲去平南王府理论吗？赵婉闻言顿时闭了嘴。这沈清离也是过分，平南王有心瞒着也就罢了，他竟也什么都不说。就是啊，沈清离也太不像话了，他肯定早就知道真相，要不然他哪来的底气敢跟侯府对抗？我看他就是故意的，一定是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不想嫁给大哥了，才故意瞒着什么都不说，想把责任推给我们。上旁人都觉得我们始乱终弃，他只是个受害者，他的心机也太深了。对，一定是这样。你这倒打一耙的功夫也是可以呀，连我都差点信了。是这样又如何？她是平南王的外孙女，配合人家瞒着也是理所当然。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该想的是接下来要怎么办，是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还是最后再争取一下？明日我会递上拜帖，无论如何总要去一趟平南王府，当面说个清楚。也只能如此了，即便婚事谈不成，也切记莫要得罪了平南王。父亲放心，儿子有分寸。三皇子再三叮嘱过，上京的这些世家即便拉拢不成，也暂时不能得罪。次日，平南王这次没有拒绝，让人把他领到前厅接待。晚辈赵玉拜见平南王。坐吧。晚辈今日上门，并非是来要个说法，而是想跟老王爷道个歉。我和沈清离闹成这样，实非我所愿，我也从未想过取消婚约，实在是家中长辈考虑到侯府前景，得了远亲的信儿，便擅自做主在先。我迫于无奈接受，本想着即便是让清离做了妾室，我也一定不会亏待于他。奈何清离的性子，见平南王并未接茬，嫁妆的事本来只是想吓唬一下清离，我是真没有想到他会闹到京府，否则我说什么也不会如此啊。此事说起来其实是有些误会在里面的，老王爷的用意我都明白，但我不否认侯府做事确有不妥。事情到了这一步，父母擅自联络的事儿就当不作数了。晚辈只想问一句，我和清离还有没有可能？安阳侯府赵老侯爷若是泉下有知，自己有个如此窝囊废的孙儿，估计也会唉声叹气吧。都到这地步了，竟还在推卸责任，当真毫无担当。有意也好，误会也罢，你既已知晓本王用意，也应当能明白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莫说婚约已经取消，便是婚约还在，本王也断不会让你们顺利完婚，你和离儿之间已无可能。老王爷的意思晚辈已经知晓，今日多有打扰，晚辈先告辞了。管家送客。出了平南王府，眼里逐渐浮上阴霾。此时和秦若烟一起刚走进清风茶楼的沈清离，他们刚进去，主子，沈姑娘和秦姑娘来茶楼了。主子临时出城办事，回来时在城外遭遇暗杀，手臂上被划了一刀。听闻在意的姑娘来了，楚少渊顿时觉得伤口好像没那么疼了。主子，您这样太冒险了，不带上属下也就算了，怎么连安危也不带？这万一出事如何是好？让掌柜的把他们给安排到风和居。青云闻言微愣了下，连忙下去安排。风和居里有个暗间，待在暗间里可以清晰地听到风和居的谈话。沈清离坐下后，只觉得房间布置得很是雅致。表姐，上京的好地方就是多，往后你要陪我多逛逛，我一定要逛遍每一条街。超南这么大都不够你逛啊，瞧你也不像是整日困在院子里的人，怎的到了上京就像脱缰了一般。
哼，别提了，川南虽大，可大哥管我管得可严了，这也不许我去，那也不许我去。来上京几日了，我都没能出府。今日要不是表姐带着，指不定还不让呢。所以呀，往后我可就跟紧表姐了，我要玩遍上京，吃遍上京的美食。好好好。掌柜的敲门进来，给他们送了茶水。这是我们茶楼新研究的茶汤，二位姑娘尝尝看，可还喝得惯？沈清离端机品了一口，不禁眉头一抬，跟他平时喝的茶几乎一般无二。掌柜的，请问这茶是您煮的吗？怎么会想到这种煮法呢？倒是颇有特色。我们东家喜甜，为此特意研制的这种煮法，看来姑娘也是喜欢的。今日见了沈姑娘，他总算明白了，原来是为沈姑娘研制的。哼，表姐的口味真独特，我倒是喝不惯这甜味，不必麻烦掌柜，我自己来。见状，掌柜的退了出去，不再打扰。今日出门时听管家说赵玉来过了，在前厅跟祖父解释了一通，还把责任全都推到自己父母身上。他以为把自己摘干净了，祖父就能信他了，殊不知祖父最讨厌的就是他这种敢做不敢当，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的人，连表姐一个女子都不如。换做以前，我或许还会信他，可现在不是以前了，我半句都不会信他的。管家说祖父对他一点都没客气，那赵玉临走的时候脸色可难看了，叫他有眼无珠，叫他始乱终弃，活该。不过表姐，我倒是有点好奇，你对他真的一点感觉都没了吗？坐在案间的楚少渊手中的茶盏不自觉地收紧。我承认之前被赵玉的外形和他那点才华所吸引，是真打算和他完婚，好好帮他打理侯府。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其实挺拿得起放得下的，任何事都不会太纠结。我付出的时候是真的在付出，但若决定放下了，便会放得干干净净，不会让自己陷入摇摆不定。赵玉于我而言，至多算是年幼时的乍见之欢，并未经历过久处不厌。在他本性暴露之时，我的乍见之欢就被打碎了。倘若已经成婚，或许还会纠结，现在这般很容易放下。从侯府搬出的那一刻，我和赵玉就已经彻底结束，不可能再回头了。这两句话，嘴角不自觉地开始上扬。表姐说的对，就该如此，天下好男儿多的是。祖父说过，找夫君当找有担当、能扛事、能为家里遮风挡雨的人，过不了祖父这一关，一定不是良人。祖父挡了赵玉这颗歪瓜裂枣，往后定会给表姐留一好人家的。能入外祖父眼的有几个？真要是按祖父的标准呢，你我怕是都要孤独终老了。怎么会？祖父欣赏的大有人在。我有次在书房外听到祖父和大哥讲话，言语中好像颇为欣赏苏王殿下。苏王殿下。不过能被平南王欣赏，他心中有些暗自得意。正是苏王殿下说他有担当，做事有勇有谋，领兵打仗更是一把好手。我在认亲宴上还专门留意了下，确实气度不凡，旁的倒是没瞧出，不过看着生人勿近是真的。哎，对了，表姐，你不是还救过他一命吗？应该对他有所了解吧？你觉得他这人如何？来了。青云青目再次竖起耳朵。怎么说呢？那时不知他是王爷，所以说话做事毫无顾忌，倒是觉得他挺随和的。我态度那般，他竟也不恼。可不知怎的，在金府再见时，得知他是王爷，我顿时就觉得距离拉远了，简直是遥不可攀。许是传言可怕的缘故，这两相结合下来，如果非要给他一个评价，我只能说，在茶园时我接触到的和传言里的完全是两种性格。许是身份不同，他的表现也不同。但说来也怪，我虽然见他有些打怵，却不反感，甚至于他出现在金府时，我竟感觉心里有些踏实。楚少渊旁的没在意，他的出现让姑娘心里踏实，这就够了。好生复杂，如此可怕之人，还是莫要再议论了。万一隔墙有耳，传到王爷那里就不好了。还是先去审计食铺吧，我要给大哥带些点心回去，好堵住他的嘴。青云差点笑出来，二人刚出了茶楼，便在拐角处碰上了偶遇的楚少渊。臣女见过王爷。臣女见过王爷。不用多礼。青离县主和秦郡主是从清风茶楼出来？回王爷的话，正是。品味不错。说完便越过他们，直接走向街对面的马车。表姐，他似乎也没有传闻中那般生人勿近，好像还挺客气的。兴许是因为我们是平南王府的人，他给了几分薄面，才会客气些。言之有理。次日憋了2-3天的赵玉终于逮着机会了，东街的小道上把人给拦了下来。赵公子想干什么？沈府跟安阳侯府已经没有关系了，别再来招惹小姐。秋雨，跟赵公子说话客气些。沈清离说着走下马车。赵公子有什么话不妨直说。青离，我们之间一定要如此生分吗？他请赵公子唤我沈姑娘，或者是青离县主，免得让旁人听了误会，再挡了赵公子的姻缘可就不好了。他越是疏离淡然，赵玉就越是控制不住情绪。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是平南王的外孙女了？为什么瞒着我？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不值得信任吗？我的确早就知道了，在我母亲离世后，张嬷嬷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外祖父也差人送信过来，表示
是要把我接到川南去，我与你有婚约在身，也就没有接受外祖父的安排。至于为何要瞒着你，那是因为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我当初问你为何放着上京那么多贵女不要，偏偏来跟我一个没有身份地位的商户女提亲，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回答的吗？虽然已经不记得全部，却也能想起个大概来。哼，怎么自己说过的话自己都不记得了是吗？还是没脸来重复一遍？你不好意思重复，我来替你回忆。当初说的好听，因为自己已经是侯府公子了，用不着也不屑于攀附权贵，只想靠自己的努力成事。说那些世家贵女大多精于算计，常把后宅搞得乌烟瘴气，还是喜欢纯粹的人，就如我家小姐这般。听着秋雨的重复，赵玉只觉得羞得慌。这话你说过不止一回，小姐信了你才会同意搬去侯府，但去了之后才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侯府早已入不敷出，你背地里也在巴结权贵，为了你的仕途铺路。小姐非但没有戳穿，还默许你动用嫁妆。要不是你们太过分，要把小姐改妻为妾，小姐也不会对你失望至此。瞒着你还不是因为你给我表现出来的从来都是很在意脸面，不愿靠着谁的扶持来达成目的。我不愿伤你自尊，也就没有提出让外祖父帮忙。确实没有想到你们竟然主动攀到我外祖父那里去了。即便如此，你也不该瞒着我呀，你大可以告诉我实情，要不要帮忙可以让我自己选，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般。你更不该不信任我，帮着平南王一起来考验侯府。如此情况下，我就问你，有几人能够经得住考验？真是强词夺理，死不知悔改。哼，你怎知我不信任你？你又怎知我没打算告诉你实情？你又如何论断是我与外祖父串通一气？我与你实说了，外祖父的安排我从始至终都不知晓，他们也是瞒着我的。那日我去墨香斋，就是想把身份告诉你，好劝你接受外祖父的帮扶，只是不曾想刚到门口，就叫我听了一出大戏。你都要改妻为妾了，我自然不会再告诉你实情。就是小姐想看你进入吏部，谋划得如此辛苦，本打算告诉实情助你一把，是你们心思不正，一心想要攀高枝，要不然也不会错过倒数的机会。原来是这样，原来那日沈清离过去是要告诉我实情。他现在想打死赵婉的心都有。所以如果没有那些变故，你是打算帮我的，你是打算和我完婚的，对不对？没错。我还是不明白，你既然想嫁给我，为何就不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看看我后面会如何做，就当再次考验我不行吗？谁人能不犯错？就因为我的一次错误决定，你就一锤定音，将我定以死刑，再也不给任何机会？考验只能有一次，因为只有这一次才是最真实的反应，下一次就不准了。从你做出选择那一刻，从你说出我不配为妻那一刻，就说明我在你心里随时可以丢弃，没必要再试了。所以赵玉，我们之间真的没有可能了。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如此对谁都好。可赵玉觉得他一点都不好。现在两家保有默契，不会把事情闹到台面上，我们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如此还能和平相处。若是你再一味揪着不放，只会让我更加生厌。沈清离说完，看了赵玉一眼，便没再多言。赵玉也并未再阻拦。小姐，你说他听了这些，真能不再纠缠了吗？我也说不准，他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放弃，但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再纠缠了。不过才过去2、3日，沈清离在认亲宴上的表现便传遍了大街小巷。贵妃宫里，二皇子楚云寒确实非普通女子，好，倒是稀奇。张贵妃眼眸转了转，心中有了算计。此前从未有耳闻，没想到平南王竟还有个外孙女，而且还是个妙人。今日听你这么一说，连本宫都想要见一见了，看看到底是个怎样的女子，竟有如此胸怀和魄力。儿臣曾跟母妃说起过，依附于三皇子的那个安阳侯府公子赵玉，与他订有婚约的正是沈姑娘。不知后来为何闹翻了，听闻二人的婚约已经取消，眼下沈姑娘成了平南王的外孙女，还被封了县主。儿臣瞧那日侯府的反应，多半是此前并不知晓沈姑娘的这层身份，只怕现在肠子都要悔青了。还能为何？多半是安阳侯府那帮人嫌弃人家没权势，把人给蹬了。只是没想到人家背后也有人。哼，蹬得好啊！若是这样的女子到了三皇子的阵营，或多或少与我们都有不利。母妃说的是，那日宴席散后，老三走的时候脸色也是有些难看的，此番损失的确不小。皇儿可有何想法？楚云寒不傻，自然听得出母妃的意思，但他与表妹互生情愫。母妃恕儿臣直言，儿臣对她无意，不过儿臣倒是有个想法，
燕之如今还未娶妻，若是能够将沈清离收入定国公府，效果也是一样的。张燕之便是定国公的长孙，也就是赵婉心心念念的那个张公子。那便依你所言，只是沈清燕才刚过去，他又与安阳侯府退亲，若此时跟你父皇提及此事，只怕你父皇要生疑，得循序渐进才行。燕之才貌双全，若是先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再由本宫从中周旋，或许能成事儿。母妃英明。本宫许久不设宴，觉得甚是冷清。等着池里的荷花尽开之时，本宫会跟皇上奏请办一个赏荷宴。他如今是县主，邀他进宫赴宴并无不妥，你父皇也不会多想。到时候本宫会给他们创造机会。但凭母妃安排，儿臣回去后便会把舅舅叫到府上，跟他告知此事。沈清离并不知晓自己已经被安排上了。你先别急，信上只说了染病，又没说无药可医。你先回去好好照顾他们，我这有他们3个，你不必急着回来。可是小姐，她今日收到老家来信，母亲和弟弟都染了病。别可是了，你家人都病了，我若还不放你回去，未免有些太不近人情了。你只管安心回去，不会少你的月钱。另外你再把这些带上，看病少不了要花银子，别束手束脚的，请最好的郎中，药也只管抓最好的。小姐，这也太多了，奴婢不能要。奴婢这些年跟着小姐也攒了不少银子，够给他们治病的。哎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有备无患嘛。若是用不上，到时候再带回来就是了。谢小姐。这样，一会儿我去一趟药铺，再给你备一些上好的药材带上，药先不比上轻，万一缺这个少那个的。小姐思虑周全。好好的，怎么就会染了病呢？莫不是哪里遭了疫，带到姚县去了？闻言，沈清离眉头一皱。你方才说表哥一家也有人抱恙，染的是不是和你母亲弟弟一样的病？村上其他人呢？信上有提到吗？信上说，村上人家或多或少都出现了这情况，已经有些日子了。此事非同小可，沈清离在犹豫，这事要不要跟宋王殿下说一说。夏荷冬雪，你们再帮春草看看还缺什么，秋雨跟我出去一趟。是，小姐。此时的皇宫里，楚少渊将一份密信递到楚圣帝跟前。臣弟不久前收到虞县县令的加急密信，暗中派人去虞县调查了一番，这是今日刚传回的密信。灾情远比他知道的严重。混账东西，好一个岑州知府！虞县灾情如此严重，他竟敢隐瞒不报。皇上息怒，莫要气坏了身子。父皇，现在还不是追究邱知府的时候，虞县灾情不能再拖下去了。疫症一旦传开，周边的乡县必定也会受到影响。等处理完虞县的事情，父皇再治邱知府的罪也不迟。父皇，儿臣回去后便安排人手、物资和赈灾款，吏部已经准备妥当，最快明日便可以出发。只是疫症已经出现，保险起见，最好只派一个太医跟着。儿臣担忧那边的大夫。鱼儿言之有理，那边让冯太医随行，药材也带上些，以免措手不及。已经出现疫症，你们此番过去救灾之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儿臣多谢父皇挂念。皇兄，臣弟愿陪同4皇子一道前往虞县。他们既然能够做到欺上瞒下，说明官官相护，贪腐严重。若非如此，也不至于到县令手里的银子寥寥无几，貌似让人给臣弟送信。臣弟想趁此机会好好的查一查。如此也好，记得多带些人手过去，查什么都没有你的安全重要。你可是上京的定海神针，一定不能出事。若遇紧急情况，不必差人来跟朕汇报，你自己拿着主意看着处置便可。说着拿出一块令牌，楚少渊接过令牌。是，臣弟领命。皇兄若是没有别的吩咐，臣弟这就去一趟平南王府，有些事情要交代他们。去吧。楚少渊还未出门，此番出去，你要好好跟着你皇叔学习，莫要辜负了这么好的历练机会。是，儿臣知道了。4皇子回完话，也跟在楚少渊身后离开勤政殿。老奴恭送王爷，恭送4殿下。皇侄这就回去安排，准备妥当后，立刻差人跟皇叔汇报。若有疏漏之处，皇叔尽管告知。皇侄见不足，还请皇叔多关照。楚少渊并未多言，应了声便上了马车。沈清离从府中出来后，便想着先去一趟平南王府，把自己的猜测先跟外祖父说一说。平南王此时正在书房练字，给外祖父请安。李二来了，快进来看看外祖父写的字如何。外祖父的字笔势刚健，行云流水，风格独特不屈，尽显武将风采。李二说得好，看来平时没少练字，也很懂得欣赏。若换做旁人，我定是不敢评论的，但外祖父不是旁人，我便大胆了些。李二
儿过来可是有事？有件事，我觉得可能跟于县的灾情有关，特来跟祖父商议该如何应对。我府上的一个丫头，老家是于县的隔壁姚县的，她母亲和弟弟都生了病，村里也有其他人生了一样的病。我觉得此事有些可疑，看信上所言，不像是自己得病，倒像是被人传上的。平南王眉头微皱了下，李二是怀疑于县那边已经出现了异症，而且还传到姚县去了。虽然只是怀疑，但我总感觉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不敢擅作主张去找王爷，只能先来跟外祖父商议。我大胆说一句，我瞧着皇上跟王爷不像是荤的，不可能知情了还不管不问。可若是不知情，难道那些官员真那么大胆，这样的事也敢欺上瞒下吗？他们有何不敢？自大楚建国以来，欺上瞒下的事也不在少数，此事当告知王爷。那请外祖父。老爷，肃王殿下来了，人已经等在正厅。这么巧，祖孙俩相互看了一眼，看来连老天都支持他的决定。平南王当即决定让外孙女一同去往前厅。李二，你随外祖父一同去见王爷。是。正厅，楚少渊在门口时瞧见了沈府的马车，便猜是沈清离也来了这里。老臣见过肃王殿下，不知王爷驾临有失远迎，还请王爷恕罪。臣女见过王爷，都不必多礼。待二人坐下后，楚少渊也并未说话。王爷恕罪，老臣将李二一起带来，是因李二发现一件事，想当面跟王爷汇报。好，何事？沈清离抿了抿唇，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自己的猜测跟楚少渊又说了一遍。只是臣女的猜测，若王爷查明后并无此事，还望王爷莫要怪臣女多事。听他说完后，楚少渊眼里闪过一丝惊喜。沈姑娘真是绝了，这都能猜到，比那些只知道献媚的无脑女子强太多了。平南王，你这个外孙女当真是心思灵巧，聪明得很呢。青离县主猜的没错，本王已经派人查明，于县灾情远比他们上报的严重，的确已经出现了异症。本王今日过来，正与此事有关，赈灾刻不容缓。明日，本王会和四皇子还有冯太医一起前往于县。王爷竟会陪着四皇子一起过去，是个办实事的人。不知老臣能做些什么？本王要出去多日，上京不能出乱子。本王已经对禁军和暗语军做好了安排。为保万无一失，本王离开的这段时日，上京还要平南王多费些心思，有事可找本王府中的青云商议。王爷放心，老臣就算拼掉这条老命，也不会让人侵入上京半分。青离县主，此番你是发觉姚县异症之人，本王会替你跟皇上请功。王爷明鉴，臣女汇报此事，并非是为了功劳，而是不想看到百姓受苦。正因如此，本王才会为你请功啊！若不是你心思细腻，本王这次去于县赈灾，兴许不会注意到姚县。本王也一向是赏罚分明，有功就是要赏。你为民做了事情，就该让天下人知晓。我相信平南王也不会拒绝。青木站在旁边，怎么有种主子想算计人的感觉？沈清离抿了抿唇，您都说成这样了，我外祖父还能拒绝吗？那岂不是不承认你赏罚分明？老臣替李二谢过王爷厚爱。臣女谢王爷厚爱。如此甚好，青离县主心有大爱。倘若你对本王的请功心中实在是受之有愧，本王记得你颇通要领，你可愿跟随本王前去赈灾，也好给冯太医打个下手。如此，再无人敢非议半句。这什么情况？王爷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出？功是你要请的，说受之有愧的也是你，身居有愧，你还请什么功啊？我们都接了，你又来这么一出，还把话说得那么好听，心有大爱都出来了。我若是不跟你去，那才是真的受之有愧，前后的路都给你堵了。你这是压根就不给人拒绝的机会，果然是心思深沉、老奸巨猾的人。刚准备说话，一抬头却听见外孙女咳了一声。承蒙王爷瞧得上，也愿意跟随王爷前往，只不过臣女已经答应府中婢女，跟他一同回姚县看望父母。既然姚县也有异症，不如臣女先去看看情况，待有所了解之后，再跟王爷汇报。王爷觉得如何？青离县主很重承诺，如此安排也很是合理。那便依县主所言。平南王没想到外孙女做的竟是这个决定。平南王可是在担忧青离县主的安危。不瞒王爷，老臣的女儿就留下这么一个血脉，老臣的确不想她涉险。本王理解，不过平南王大可放心，本王会派人跟在县主身边护他周全，不会让他真的涉险。等他到了于县，自有本王亲自盯着。本王借出去的人手，若是连安全都无法保障，岂非是本王无能？那
便请王爷多费心了。那是自然。顺利将人拐走，楚少渊心情大好。明日出发时，本王会派人去神府接清离县主，到城外跟本王会合即可。姑娘和他一同出去的事，楚少渊暂时不想让人知晓。是，臣女明白。王爷思虑周全，本王还有事儿。既然目的已经达成，楚少渊也没多待。恭送王爷。王爷的心思着实让人捉摸不透。既然推辞不了，你一路上千万小心，到了姚县也万不可亲自涉险。如果能不去余县最好，实在不行你就装病推辞。王爷总不好勉强一个病人。外祖父是关心则乱，先不说王爷岂是那么好糊弄的，就算是王爷不追究，我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虽是沈家人，可体内也多少流着秦家人的血，断没有当逃兵的道理，否则我可真是受之有愧了。外祖父一生戎马，从未在战场上退却过一次，我又岂能丢了外祖父的脸呢？好一个将门之后，虽不能当逃兵，但切记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外祖父放心，我不是莽撞之人。再说了，王爷可是下了保证的。一想到被抓去当苦力，还是被人算计的，他心中就有些愤愤不平。得知他要去姚县，张嬷嬷有些担忧。小姐，这么大的事，你可跟老王爷商议过了？他怕是不会同意吧？外祖父也知晓此事，嬷嬷不用担心，我会注意安全。你带着夏荷跟冬雪，好好帮我守着神府就行。既然老王爷知情，张嬷嬷也不好多说什么。去姚县路途遥远，小姐跟着怕是要吃苦了，奴婢自己回去可以的。此事已经定下了，我此行前去还有其他事，不单是为了陪你一起。次日一早，洗漱完，换了件轻便些的衣裙。表姐，那个苏王殿下也太过分了，给个功劳还要把你带去做苦力，你这一走都没人陪我逛街了。接下来我要无聊死了，要不是大哥拦着，我非得跟着表姐一同出去。真是口无遮拦，连王爷你都敢批评，小心被他知道了治你的罪。跟着去可使不得，我有一个苦力就够了，你就老老实实待在上京，等我回来再继续带你好好逛。好吧，那也只能这样了。喏，这里有上好的伤药，还有护心丹，祖父让我带给你，说有备无患。好。送完了药，秦若烟依依不舍地出了府。她刚走没一会儿，一个身着劲装、墨发膏梳成马尾的姑娘，悄无声息地直接落在沈清离的院中。何人竟敢擅闯府邸？属下韩语见过县主，王爷派属下来接县主出城，不知可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这姑娘好生英姿飒爽，沈清离只顾着欣赏人家，也忘了叫人家起来。韩语姑娘不必多礼，我并非你主子，你不必对我行这么大的礼。王爷已将属下派至县主身边做事，县主以后就是属下的主子了。既如此，那你同他们一样叫我小姐就行，县主听之怪见外的。是，小姐。韩语这才起身。王爷和四皇子已经出城，属下会带着小姐抄小道去和王爷会合，由你安排便是。此时的三皇子府，三皇子很是气不过。原本他还算计着想把这次赈灾抓到自己手里。你也太不仔细了，沈清离在侯府住了近1年，你竟然丝毫没察觉。是臣疏忽了，也是沈清离有心瞒着。他在臣这里从未露出过马脚，臣也压根没有想过他竟然还有这样的身份。连个女人都摆不平，若是你之前把人给哄服帖了，他又怎么会瞒着你？若没这档子事儿，你哪里还用得着去巴结吏部尚书？只需平南王一句话，就可以直接把你送入吏部。殿下放心，怎么说沈清离也在侯府住了1年，臣多少还是了解他的。接下来臣会想法子，无论如何都会把他拉回来。平南王的助力，臣是要定了。不行就算了，上京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可以帮你，不妨将视线放宽一些。本殿瞧着吏部尚书的女儿就不错，你若是能将她收入侯府，吏部侍郎的职位一样能落到你手中。臣考虑一下。罢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次赈灾被老四抢了去，本殿就不信银子摆在眼前，他真能做到洁身自好。殿下，您不觉得这次的赈灾有些太匆忙了吗？皇上早朝才下的旨意，四皇子下了朝就赶着出发了。按照寻常的安排，至少也要准备3、4日方能够出发。臣总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事儿。这话倒是提醒三皇子了。高成，立刻派人去打探一下。是，主子。此时的赵玉还不知小沈清离出了远门，从三皇子府出来后，行至街西头那家时，隔着马路瞧见铺子里有个女子在收拾打扫，连忙吩咐车夫停下马车。赵公子来做什么？这铺子已经归神府所有，公子莫不是要收回去吧？本公子路过，来瞧瞧你们打算做什么营生，可秀有帮忙之处。大可不必，做什么营生我们小姐自有打算，用不着外人给出主意。他转身出了铺子，正准备上马车时，一转头瞧见大皇子在往这边走来。
臣见过大殿下。赵公子不必多礼。赵公子这是来看看抵出去的铺子？要说侯府这次的损失可是不小啊。青离县主多好的姑娘，不光才貌俱佳，还有那么大家业，赵公子为何要取消婚约？真是太可惜了。平南王的外孙女，旁人可是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本殿若是早知晓她的身份，也定会对她刮目相看。这对赵玉来说就是赤裸裸的讽刺。劳殿下挂心，臣受宠若惊。臣与青离县主的婚约从来都与身份无关，一些家务事罢了。是臣没有处理好，臣府中还有事，就先行一步了。这意思是明显不想多言，已经奚落过了。大皇子也没兴趣继续揪着。切，装什么装啊？真当别人什么都不知道呢？啊，还不是因为侯府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才会落得这个下场。老三的人也就这么点出息。马车出城后，驾马车的是韩宇。这姑娘话很少。小姐坐稳了，这一条路有些地方不平，但可以按照约定时间赶上王爷。好。此处有条河流，路过的人大多会选择在这休息。楚少渊吩咐原地休息，四皇子安排妥当，刚坐到楚少渊这边，瞧见不远处也有马车停下休息。哎，皇叔，我怎么瞧着后面马车里下来的姑娘长得有些像青离县主啊？青离县主是有些像，乔木，你过去看看。是。青木转过身后，主子演的真是不着痕迹。他过去说了两句话，沈清离便带着人过来了。臣女见过王爷，见过四殿下。啊，不必多礼。哦，还真是青离县主啊！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回四殿下的话，臣女的婢女家里出了事，臣女陪着她一同回姚县看看。没记错的话，姚县好像就在余县隔壁吧？这么巧，青离县主跟咱们同路啊，倒是巧。沈清离心里暗暗吐槽，可是你让我跟着的，你不说点什么？莫不是在等我自己开口？没办法，谁叫人家是高高在上的王爷。是说巧得很，臣女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上王爷和四殿下，只是臣女没有去过姚县，不确定从哪条道走可以最快到达。恕臣女冒昧，不知能否跟王爷和殿下同行？四皇子闻言看向楚少渊，见楚少渊点了头。这既然是同路，一起同行也无甚不可。本殿瞧着你们几个姑娘也属实不安全，只是我们急着赶路，必定会比较辛苦。青离县主可要做好心理准备才行。臣女谢过王爷，谢过四殿下，臣女路上定不会给王爷和殿下添乱。先下去休息吧，2刻之后出发。他都无力吐槽，这叫什么事儿？赈灾物资众多，晚上他们不能住客栈，只能行至半夜在马车上对付一下。因着他们速度较快，行至第3日晚上，路程已经过了接近一半，便打算今晚安排车队在小镇旁过夜。小姐，镇上客栈只剩2间厢房，属下都要了，可王爷和四皇子那边，我去问问他们。王爷，殿下，镇上客栈只有2间厢房，若是不方便，那臣女……县主不必考虑本殿，这赈灾物资比较多，不能出差池。本殿就在这儿凑合着休息，顺便看着物资。皇叔身上有旧伤，还是去客栈歇一晚吧，这儿有皇侄照看就行了。算这小子识趣，辛苦了。安排好后，由韩宇带着一同前往客栈。本王就在隔壁，有事尽管过来找本王。是，多谢王爷。2间房正好挨着，还真是巧。主仆3人都很累，便歇下了。韩宇要负责守夜，隔壁房间。主子，沈姑娘经歇下，属下趁着拿水的时候，楼上楼下巡了一遍，明面上没发现什么异常。明面上？也说不太清，但属下总觉得哪里好像有杀意，不知是不是针对咱们。之前路过隔壁时，韩宇特意出来跟属下提醒，他似乎也有这种感觉。让他们打起精神，务必保证隔壁的安全。是，主子放心，方才上来前，属下都已经交代了。后半夜时，外面依稀有了动静，来的有8人，而且看上去武功都不弱。什么人竟敢半夜行刺？要你们命的人！给身后的人比了个上的手势。外头已经打了起来，楚少渊也无法继续躺着，起身来到了门外。主子，看样子真是冲咱们来的，只是不知道和前些日子在城外行刺主人的是不是同一伙人。不是同一伙，那些人明显逊色很多。你再看看这些人的眼神，看样子都是死士。这么大阵仗，店小二和掌柜被吓得瑟瑟发抖。沈清离也从房内出来，瞧见如此打斗的场面，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那领头之人倒下之际，将袖中的暗剑弹了出去，只是方向有些偏了。韩宇反应极快，一脚将暗器踹开去。一切发生的太快，沈清离顿时愣住了。2人面对面站着，身高的差异让他的平行视线只能到楚少渊的喉结。楚少渊唇角微微一笑，
害怕还敢出来看热闹？刚刚若不是韩愈反应快，你现在已经没命了。这不是有你担保我才敢出来的吗？王爷教训的是。接着一溜烟的跑屋内去了。青木在一旁无语，主子真是的，前一刻还在保护人家，后一刻就批评。处理了。是，主子。主子，这种样式的案件在大楚并不多见，属下怀疑是别国的东西，而且这上面还有倒刺，中箭后若是直接拔出，损伤必定不小。带回去，派人查查这东西的来历。是，主子。距离天亮还要一会儿，楚少渊想让姑娘再多休息下，便没过去打扰，躺回床上闭目养神。隔壁房间沈清离躺在床上，都过去半个时辰了，才勉强平复好心情。几人用完早膳，便出了客栈去和四皇子会合。皇叔，昨天晚上没出什么事吧？无事便好，这边也是一切正常，都已经安排好了，随时可以出发。若是路上顺利，再有3日就能到于县了啊！出发吧。昨晚离开时，楚少渊也做了部署。几个皇子还是陆续收到消息，大皇子和二皇子倒是没多大反应，但三皇子并不这么想，他觉得这是个机会，立刻让人将赵玉找来。得知沈清离去了那么远的地方，赵玉既震惊又失落。三皇子差人来传他时，他正烦躁着，心里100个不想去，但又不敢违抗命令。进府之后，臣见过三殿下。坐吧，本殿找你过来是有件事要让你去办。本殿已经查到，老四这么急着赶过去，是因为余县那边已经出现异症，而且皇叔也跟过去了，想必是要调查岑州上下隐瞒灾情不报的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恕臣愚钝，殿下的意思是？怎么连这点事都想不明白？这意味着你的机会来了，这清单里的药材和物资，本殿会替你准备好，本殿不便出面，你带上这些亲自去一趟余县，那边灾情那么重，老四带的那些东西未必能够用，若你及时出现，还送了大批的物资，余县百姓定会对你感恩戴德，这也是你为自己挣功绩的机会。他正发愁没机会去找沈清离。殿下，臣去一趟倒是可以，只不过臣还有闲职在身，无法擅自出去这么长时间。这个你不用担心，本殿的母妃已经帮你周旋好了，父皇已经应允，此事造福余县百姓，父皇怎么会拒绝？你回来之后必定记你一功。臣多谢殿下提携。赵玉，本殿当真是对你寄予厚望，才会如此栽培，你可别让本殿失望。是，殿下放心，臣愿一直追随殿下左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此甚好，你回去安排一下，本殿会命人尽快准备好物资。是，臣知道了。赵玉愁容满面的过来，满心欢喜的离开。3日后顺利到达姚县。姚县已到，本王和四皇子还要赶去余县，清离县主自行进城。是，臣女多谢王爷，多谢四殿下。清离县主保重。给韩愈使了个眼色，让他务必保证姑娘的安全。之后2队人手各自赶路，春草自己驾着马车到最大的药堂请了个大夫，跟着他一同回村。沈清离找了家客栈暂时安顿下来。1个时辰后，马车终于到了苗东村。父亲。刘父是又惊又喜。你怎的突然回来了？还坐这样气派的马车，得花不少银子吧？用过膳了吗？为父这就去。用过膳了，这马车不花银子。女儿遇到的是个顶好的东家，小姐对我们几个丫头亲如姐妹。母亲和弟弟呢？病情怎么样了？我从县城请了大夫，快让大夫去看看。还病着呢，前几天我也请了大夫，方子也开了，汤药也喝了，就是不见好转。不过大夫说了，只要不和你母亲和弟弟同吃同睡，我就不会被传上。先来到母亲的屋子，瞧见母亲闭着眼躺在床上，顾不得伤心，连忙让大夫给母亲诊脉。你母亲并非真的得病，而是传上了异症。村里是否还有其他人也是如此？大夫真是神医啊！村上也有好些人有这情况，不久前还有人因此没了。大夫，我母亲怎么样？不会有事吧？症状有些严重，普通的方子恐怕是不行，若是下一剂猛药或许管用，但我们这里的药材估计……我有，大夫，我有，马车上有好多药材，你随我来看看哪些用得上。来到马车边，大夫瞧着眼睛都亮了。够了，有这些就足够了。1日3次，服用3日必有好转。春草，没想到你准备如此周全，这下你母亲和弟弟有救了，有救了。这下可以放心了。大夫，劳烦您给看看，村上人都在用这方子，是不是都染了这异症？没错。刘父闻言点了点头，将大夫送了出去。父亲，都是乡里乡亲的，左右我带的药足够。若您觉得谁家有需要，可以拿去用，别忘了留出表哥家的那份。好，为父
夫这就去煎药。县城那边，小姐，药堂的大夫回来了。沈清离嗯了一声，带上秋雨和韩雨出了客栈，来到药堂。你是？下午听你去苗东村看诊那个，是我身边的丫头，我来问问情况。原来如此，没想到你做主子的如此关心丫头，可真是不多见呢。姑娘放心，老夫已经开了药方，虽有些严重，好在他带足了药材，服用3日之后必定会有所好转。有劳大夫。给大夫留下问诊的银子，便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姑娘，请留步。二位有什么事吗？敢问姑娘可是从上京来的？打听这个做什么？为何如此问？姑娘莫怪，我们是瞧着姑娘有些眼熟，还以为姑娘是上京的熟人。无妨，不过是认错了人而已。沈清离也没放在心上，笑了笑，转身走了出去。小姐，属下觉得那对夫妇有些奇怪。我也有这种感觉，但能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没什么恶意。或许是他们认识的人真的跟我有几分相似。瞧着他们都是朴素人，应该不至于有恶意。回到客栈，天已经有些泛黑，脑海里又浮现了那对夫妇遗憾的眼神。许是那熟人对他们很是重要，而他们无法再找到，才会如此遗憾吧。此时的安阳侯府，赵玉这2日忙得很。你说什么？三殿下派你去虞县？赵玉知晓他们疑惑，便将三皇子跟他说的那些对安阳侯重复了一遍。原来如此，竟是淑妃娘娘的安排，娘娘还真是有些手段。如此一来，咱们侯府也算在皇上面前露了脸。我早就说过，能留在皇上身边的女人，哪个不是有些本事？只要抱紧三殿下的大腿，咱们玉儿一定可以如愿的。母亲说的是。赵玉一高兴，把沈清离去了姚县的事也说了出来。你说什么？沈清离去了姚县？坐在旁边的侯夫人吓了一跳。人家去姚县，你这么激动干什么？我是担心玉儿，别因为沈清离去了姚县，就只顾着想怎么去找人家，再忘了去虞县办正事。那也不用如此激动，魂儿都被你吓出来了，你好生跟玉儿提醒就是了。父亲放心，我自会以正事为主，只是想着办完事回来时从姚县走，顺便看看能不能够找到沈清离。安阳侯暗暗松了口气，只是心里直犯嘀咕，好端端的沈清离怎么跑姚县去了？我记得沈家在姚县并无什么亲戚和生意，他怎么会突然跑那里去了？他身边的那个春草听说就是姚县人。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而且又做得天衣无缝，根本不可能发现什么。原来如此，兴许是跟着丫头回去的。咱们不必管这么多，只要玉儿你别因为她搞砸了差事就行。知道了，父亲，我先回去了。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你好好的看管赵婉，别让她再惹出什么乱子来。知道了，我会看着她的。赵玉回到院子，瞧见江梦雪站在那儿等他，还没等江梦雪说话，他就一把将人打横抱起，直接进了屋，扔到床上。赈灾车队顺利到达虞县，楚少渊吩咐先在城外安营扎寨。王爷，虽说一般都是要跟得了疫症的人同吃同住才可能被传上，但为以防万一，老臣觉得这2日王爷和4殿下还是先别进城。王爷，殿下，明日一早让属下先带人进去探查，看看城中到底是何情况。4日一早，孙雷带人去了县衙，得知是王爷亲自陪着4皇子来赈灾，周县令真是激动的老泪纵横。太好了，这下虞县的百姓可有救了。周县令怕过了病气给4皇子的人，到府衙见孙雷时，还特意用手帕蒙了口鼻。那些染了疫症的人，本县早已派人将他们另外安置，只是县衙人手实在有限，无法全部看住他们，粮仓无粮，手中无银子，城中但凡能用的药房全都空了，疫症这才蔓延开来。本县看着恶殍遍野，心中也是着急万分呢。眼下虞县足有半数人或轻或重都染了疫症，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不过本县已命令他们保护好城门，不要随意放人出去，免得影响周边乡县。就等朝廷来人了，即便这样，也还是没能完全阻止掉。本县也不知周边有多少人被影响。听了周县令的话，孙雷对城中情况已有所了解。周县令貌似进谏，在下很是佩服。4殿下宅心仁厚，又有王爷亲自坐镇，必定会尽全力赈灾。好，我替虞县百姓谢过王爷和4殿下啊！对了，这是我让大夫开的药方，我试过了，对染症轻的人有效，但对病症重的并无效果，还请孙护卫拿回去，也好给太医做个参考，望能尽早开出新药方。好。孙雷将药方带在身上，县城街道尚且如此，可想而知下面的村落会是怎样一种惨状。孙雷一回到营帐，立刻把所见所闻如实汇报了，并递上药方。王爷、4殿下，老臣看了下，咱们带的药大多都可以用上。老臣建议把这些病症轻的病人和重的病人分开安置，轻的那些就按这个方子，重症那些老臣重新开个方子，这样分开用药，解决的会快些。
皇叔，我马上安排人将粮食送往县衙，交由周县令统一安排施粥，先让城中的百姓填填肚子，再命一队人马带上银子去邻县多筹集些粮食，药材也再筹备一些，只要安排的合理，可以接得上。就这么办。传本王的命令，即刻起封锁所有城门，在议政得到控制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出，违者严惩。是，主子。城内城外配合起来很是顺畅。冯太医带人熬制汤药，分批次送进城中。春草从苗东村返回县城。这是怎么了？你母亲和弟弟还好吗？没事了，多亏小姐准备的那么多药材，母亲和弟弟服了2日汤药，昨日傍晚就醒过来了。春草站起来，边擦着眼泪边回话。父亲说，母亲和弟弟已经几日吃不下东西了，就靠着米汤吊着口气。昨晚醒来后，就喝下了1碗粥。弟弟今早也能吃东西了。大夫原说3日后能好转，没想才过了2日，母亲就已经可以坐起来了。奴婢真不知要怎么报答小姐，要不是小姐，母亲和弟弟可能真就……没事就好，这样被你吓死了。下回先说了是再贵，是给我们吓的。秋雨说罢，先是白了春草一眼。太好了，我这2日晚上都没睡好，就等着你的信儿呢，这下可以安心了。小姐，还有一事，奴婢未经小姐允许，擅自做主，把剩下的药给了表哥，还有村里其他染症的人，都是乡里乡亲，奴婢不能看着他们。下午奴婢出门时，已经有好几户人家过来，都说有了好转。这有什么？药带过来本来就是要用的，能帮上你们村上的人那是好事，他们定会记你们家一份情。有了这份情在，等你回了上京，说家里有什么事儿，他们也一定会帮忙的。这不行，奴婢不能独吞了这功劳，奴婢得让他们知道，这是小姐的恩情，是小姐你救了他们。来的时候，父亲特意叮嘱奴婢，明日一定要把小姐请进苗东村，让村里那些受益人当面感谢小姐。沈清离觉得都是小事，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小姐，你就依了春草吧，否则这丫头心里指不定多过意不去呢。见秋雨也这么说，沈清离便应了下来。翌日一早，他们一行4人去了苗东村。说来也是奇怪，马车越靠近苗东村，沈清离心中的那股感觉就越是明显。知晓春草的东家要来，刘父带着村里人早已经候在门口多时了。沈清离一走下马车，多谢大恩人。你们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小姐，你对他们有大恩，这是他们该跪的。他们中有些已经不抱希望，给家人的后事都在准备了。没想到得了药方，喝了2日就已经开始好转，可把他们高兴坏了。跪一跪恩人，是他们自发的。父亲，各位乡亲，这就是我家小姐，他们的药都是小姐给的。小姐不光是我和你们的恩人，还是皇家亲封的县主。村民们都惊讶不已。见过县主。好了，跪也跪了，谢也谢过了，快起来吧，再不起来我可要把药收回了。他们起来后，小姐，这就是我父亲，母亲和弟弟还没好全，不能出来给小姐跪谢。见过县主。免礼。这个就是奴婢的表哥袁绍。原来这就是那个春草口中提到的表哥，难怪会害羞。见过县主。免礼。春草平时可没少提醒你，说家里多亏了有你照看，他才能放心。多谢县主夸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后面村民中有对夫妇，一边看着沈清离，一边在窃窃私语，正是那日在药堂遇见的那对夫妇。像啊，真的是有些像。我看着也有些像，没想到他就是春草的东家。那咱们要不要去问问？小姐，这2人是那日在药堂的奇怪夫妇。被韩宇一提醒，沈清离也认了出来。你们是有什么话要问吗？也不知怎的，沈清离走近他们时，像是有什么东西要揭开一样。县主，你家可是在上京做买卖的？没错。那县主的父母1年多前可有去过临县？临县？沈清离闻言摇了摇头，好像没有。你们是要找上京的什么人吗？没有吗？男人想了想，在妇人耳边低语了句。妇人顿了下，那县主可认得这个东西啊？沈清离脑袋嗡的一声。小姐，没事吧？看到玉佩，也是瞪大眼睛不可置信的样子。这好像是夫人的东西啊！小姐，这好像是夫人的玉佩啊！小姐，这好像是夫人的玉佩，您看这里面是不是很像纸字？秋雨连忙拿起玉佩递到自家小姐手上。沈清离看着玉佩，眼泪不受控地流了出来。这是我母亲的玉佩，你是从哪儿得来的？真的吗？这真是你母亲的玉佩？你确定没认错？没认错。那你母亲可还安好？我父母在蒲县遭遇劫匪，都已经不在了。夫妇2人互看了眼，似乎已经猜到了这结果。果然还是没逃掉。没逃掉？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们知道我父母被劫杀所害的事？不对，怎么能是蒲县呀？明明是在靠临县的山下遇上的那伙畜生。临县？大叔，你确定是在临县那边的山下遇上的匪徒，而不是在蒲县的山下？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些？难道你们也在现场？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确定，就是在临县的山脚下，那地方我路过几次，绝对不会认错。是啊，不会错的。他们的女儿嫁在临县，那日是要去女儿家。夫人的脚不慎扭伤，坐在路边休息时，遇见3辆马车路过。马车上的女子询问之下，得知是夫人的脚扭伤，无法行走。女子心善，不光给她上了药，还将他们烧上。事情就是这样，没想到你竟是她的女儿。我们还盼着，或许老天有眼，不会让那么好的人出事。可到底还是……沈清离总算知晓来龙去脉了，原来不是拦路抢劫，而是买凶杀人。无论如何，事情总算有了新的线索。多谢你留着玉佩，这对我很重要。你刚刚说瞧见2个匪徒的样貌，可还记得他们的长相？有什么特征？我想根据你说的看看能否画下来。记得，哪敢忘？我盯着他们看了好久，他们就是化了灰我都记得。县主，明明是在临县遇见的匪徒，您刚刚为何说是在蒲县出的事儿啊？我估摸着是你们去报官的这段时间，我父母被他们带去了蒲县，他们应该是在临县不方便动手。此时你们先别外传，我怕对你们不利。好，若是县主需要我们做什么，随时传我们就是，只要能抓到那帮畜生，让我们做什么都行。好。沈清离说罢，让秋雨去马车里拿来笔墨，根据夫妇俩的回忆，将2人的长相大致画了下来。都是我们没用，要是我们能快些请来官兵，兴许能找到他们的去处。此事不怪你们，你们能去县衙报官，找人来救我的父母，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们不要多想，能提供这些信息，已经算帮了我大忙了。若是有一天抓到了人，我定会差人送信，让你们也安心。好好。我们等着县主的好消息。或许在决定来姚县时的那种冥冥之中的指引，就是为了此刻吧。村民散去后，春草和表哥袁绍带着沈清离他们在苗东村兜了一圈。袁公子，你有没有想过去上京发展，如此也能离春草近一些？沈清离这话一出，袁绍只是微愣了下，随后转头看向春草。回到春草家后，直接当着春草一家和袁绍的面，把这想法说了出来。什么？小姐要让表哥去上京打理庄子？多谢县主厚爱，只是不知我能否胜任。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找个人带带你，没什么难的。你聪明又肯学，很快便能上手。这些方面我也不会亏待你。家里能行吗？这个我会安排好，袁叔也不小了，家里有他和父亲在，没什么问题。姑父这边也一样可以照顾到。是啊，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袁绍也是该出去闯一闯了。家里有为父在，你们大可放心。那奴婢听小姐的安排。那就这么定了，你们先在家里多待几天，等家里人都好全了，再上京也不迟。奴婢多谢小姐体恤。安排好春草和表哥，沈清离便离开了苗东村，返回县城的马车上。韩宇将那夫妇2人说的话仔细捋了一遍，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你怀疑那夫妻2人的话不真实？不是，属下不认为他们在说谎，属下是觉得那些匪徒的行为有些不合常理，不像真的匪徒。一般匪徒都穷凶极恶，他们才不会管会破滥杀无辜，只要落在他们手里，不可能轻易将人放走。还有，他们明明可以在临县山上直接将人灭口，为何还要转移出去，最后去了相隔2个县的蒲县？沈清离思索了下，觉得韩宇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他们不是绑匪，那就很有可能是背后之人的手下或是亲属，受那人的指示来绑架我父母。只是我想不通一点，他们为何要在临县抓人，却跑去蒲县灭口？除非他们的老巢就在临县附近，在这动手太冒险，怕查到他们头上。在临县附近，那会不会他们就是姚县人？回去后他会把这事告诉外祖父。先回客栈，明日我们启程去往余县。是，小姐。余县这边经过3日的汤药治疗，城中轻症病人基本都已无碍。周县令叹了口气，心中总算轻松不少。走水了，账房走水了，快来人呐！好好的怎么走水了？他此刻就在账房里，刚拿到账本，这里就走水了。我今日不会要交代在这儿了吧？刚想完，下一刻冲到他身边拎住他，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他就已经被拎了出来。这是何人？县衙的人全部带上家伙事，涌过来救火来了。好险，幸亏这些账目本县让人重新誊抄过，否则就要闯大祸了。这时黑衣人在周县令耳边轻语了2句，周县令愣了一下。这好端端怎么会突然走水？这可如何是好？所有账目都在这儿，
现在全被烧毁，王爷要是突然过来查账，本县可如何交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给本县好好查查，看到底怎么回事。是。戏码已经演完，也该去和根主子复命了。周县令，还请随属下过去城外迎帐，王爷和四殿下已经在候着了。城外营帐内，周县令总算见到了楚少渊和四皇子。臣参见王爷，参见四殿下。免了。周县令闻声立刻从怀中掏出几本账本。王爷，余县前后一共收到过2次赈灾银两，具体数目和用处都记在账本上，还请王爷过目。吏部给了2次银子，每次送到余县的还不足4成，敢扣下这么多，是完全不顾余县百姓的死活呀！即便如此，还在跟朝廷喊银子不够，好一个贪得无厌的岑州知府！说着把账本递给四皇子。王爷所言极是啊，臣多次派人跟知府大人汇报，希望能再拨些银两，给的回复却是其他乡县也有灾情。臣派人出去打听了，余县因地形特殊才会灾情严重，周边几个县都隔着山，基本没怎么受影响。宽大一级压死人呐！臣多次上书无果，万般无奈，才冒险派人给王爷送信。臣不能看着百姓饿殍遍野呀！此事你做得很好，本王回去后定会如实汇报，在皇上跟前为您请功。多谢王爷厚爱，臣无需功劳，臣只想让余县百姓安稳度过灾情，撑到3个月后余暑下来，就能勉强顶到下次收成。周县令请起，本王既然亲自过来了，自然会保余县百姓度过此关。臣多谢王爷。有了王爷的保证，他这下可以彻底放心了。皇叔料事如神啊，他们定是怕皇叔查到他们头上，才急着来毁灭证据。本王已经到余县多日，岑州知府必定是已经收到消息，不可能没有动作。他们烧了也是白烧，所有账册臣都命人重新誊抄过，放置在库房里了。周县令未雨绸缪，堪称为官典范。如此看来，你身边应无奸细。许是他们觉得余县是岑州境内最弱的一个，没必要将手伸过来。情况本王已经了解，周县令回去后只管将账本烧毁的消息散出去。本王2日后动身去会一会岑州知府，看看他到底要拿什么来应付本王。是，臣一定照办。翌日一早，沈清离退了客栈，带上秋雨和韩愈，准备前往余县。沈清离临时决定从姚县筹集一些粮食一起带去。楚少渊和四皇子还在营帐内商量着事情。主子，清离县主来了，还带了几大车粮食，再有2刻就能到营地了。你说什么？清离县主还带了粮食？来得好啊！皇叔，他可真是及时雨啊！还算有心，派人去接应一下。楚少渊表情淡淡，实际上心里已经乐开花了。是，属下这就去。2刻后，青木将沈清离带进营帐。臣女见过王爷，见过四殿下。免礼，坐下说话。清离县主怎么会想到来余县呢？楚少渊眼神暗示，沈清离完美配合。回王爷的话，臣女陪着婢女回姚县，正是因为她父母和弟弟都生了病，臣女不放心才会跟着。此番请了大夫回去，诊断出母亲和弟弟并非是生病，而是染了某种异症，所幸服药后已无大碍。臣女觉得有些可疑，就多问了一句，这才得知村上也有其他人染症。臣女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染了某种异症，县主的意思是回姚县那边受了余县异症的影响，也已经蔓延开了。回殿下的话，其他村是否也有异症，臣女还未可知。臣女只去了苗东村，还好臣女给婢女准备的药材够多，将剩下的已经分发给他们。现在那里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臣女不敢擅自决断，只能赶回来跟王爷和殿下汇报，顺便筹集了一些粮食。臣女想余县应该能用得上。用得上，太用得上了。方才本殿还和皇叔说呢，县主是及时雨啊，如果按照县主所言，姚县那边或许真受了影响，得派人去看看才行。四皇子言之有理，本王日后要去一趟岑州府，那便先从姚县拐一趟。清离县主心有大爱，为了姚县的百姓特意跑来汇报，还筹了这么多的粮食，本王回去会替你请功。听到心有大爱几个字，沈清离直觉没什么好事。既然是县主发现的，那便劳烦县主陪本王跑一趟。本王记得县主颇懂药理，说不定能帮上忙。余县这里有冯太医在，也用不上县主，其他事情自有四皇子来处理。县主对这个安排没有异议吧？又来，他相当有意义。臣女但凭王爷吩咐。很好，如此甚好，那便辛苦清离县主。本殿觉得皇叔说的有道理，县主果然是心有大爱。谢殿下夸赞，不过是举手之劳。你觉得皇叔有理，你皇叔说什么你都觉得有理，我就没听你说过没理。你可真是你皇叔的好侄子。青木带人搭了新营帐，他家主子心眼真多，真会算计。县主都已经安置妥了，您看还需要什么？属下这就吩咐人去办。不用麻烦了，左右也就2个晚上，时候不早了，你们回去歇着吧。是，属下告退。见
见沈清离歇下了，悄悄去了楚少渊的营帐。韩宇将这几天的事一一跟楚少渊汇报了，派人根据画像，暗中在整个岑州境内搜查，有消息立刻跟本王汇报。是主子，若无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此事先别告诉他，本王自会找机会与他说明。是，属下遵命。明明是好事，为何要瞒着沈姑娘？翌日余县城中情况愈发好转，街面已经基本恢复。晚膳后，楚少渊正在看地图，四皇子身边的孙雷过来汇报，说安阳侯府的赵公子来了。赵玉回王爷的话，正是赵玉，他带了10几车粮食和一些药材过来赈灾。他跑来这儿干什么？有他什么事？只怕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带他来见本王，把四皇子也一起找来。是。没一会儿，赵玉和四皇子就来了营帐。臣见过王爷。免礼。赵公子不是应该在上京好好当差吗？怎么会到余县来？回王爷的话，臣得知余县灾情严重，也想尽一份心，随了皇家英语过来送物资，也好助余县百姓早日脱离困境。四皇子眼里闪过不屑，说的比唱的好听。赵公子若真是有心，来的未免有些晚了。臣此前对灾情不了解，也是前几日在上京城外才从灾民口中得知了灾情严重，便筹了这些东西。行了，既然来了，能帮上灾民也是好事。这几日好好给四皇子打下手。不是要来余县露脸吗？那就好好多露几天。要是留下来帮四皇子，他还怎么去姚县找人？皇叔说的是，眼下正是缺人手的时候，赵公子来的也算正是时候。请王爷和殿下恕罪，臣来的时候只说了送物资，上京还有差事，若是迟迟不归，臣怕皇上怪罪。这个无妨，本王自会跟皇兄说明。是，臣但凭王爷吩咐。还得是皇叔啊，谅他也不敢多言，毕竟谁都知道皇叔在父皇面前说话可是最管用的。另一个营帐内，沈清离睡了一觉。小姐，先吃些东西吧。秋雨和韩雨都已经知晓赵玉来了余县，谁都没告诉沈清离。沈清离用好晚膳，想要出去消消食。哎，小姐，奴婢方才出去了一趟，外头有许多飞虫，也不知是不是天气的原因，小姐还是别出去的好。小飞虫，沈清离确实很讨厌飞虫，那还是算了。秋雨立刻去泡了一壶茶，说是特意找冯太医要的方子。你倒是贴心，还知道跟冯太医讨方子。2刻之后，沈清离听到营帐外似乎有动静，外头在做什么？来了10几车粮食，四皇子正带着人搬运，准备送去县衙交给周县令。次日一早，沈清离洗漱更衣好，走出营帐，瞧见不远处正在搬运粮食，瞥见一个熟悉又讨厌的身影。赵玉怎么在这儿？他什么时候来的？昨日傍晚时分到的，说是在上京城外瞧见灾民，问了才知道余县的情况，自己筹备了粮食，得了皇家的准许才来的。属下估摸着是三皇子和淑妃的手笔，否则他办不了此事。他才不相信赵玉有那等好心，是他自己要跟着搬东西呢。回小姐的话，是四殿下昨晚上的吩咐。沈清离扑哧一笑，看来赵玉真的是很惹人嫌。这时赵玉也注意到了他们这边，沈清离怎么会出现在这？他大步朝沈清离这边走来。另一个营帐内的楚少渊很是及时的走了出来，见过王爷。便直接朝沈清离走去。都收拾好了吗？可以出发了。回王爷的话，都收拾好了。赵玉顿时懵了，出发去哪儿？还是和王爷一起吗？站住！县主的营帐岂是你能随便进的？我有话要跟清离县主说。县主没空。楚少渊也不说话，就这么站在旁边看戏。没过多久，沈清离收拾好东西出来。清离县主，我有话要跟你说，能否借一步说话？不必了，赵公子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如果是私事，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私事可谈。如果是公事，说着看了眼楚少渊。如果是公事，我一个女流之辈也插不上手。赵公子似乎更应该跟王爷说。这话说的深得本王的心。赵玉顿时一噎，我只是有些意外，没有想到会在这儿见到清离县主，过来想打个招呼而已，不知县主为何会在此呢？这与你何干？我们小姐的行踪还跟你报备不成？楚少渊唇角微动，沈府这丫头不错，等哪天他真把沈清离哄了回来，一定要将沈府这几个丫头全都收拾了。县主误会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怎么说也算是上京市熟人，在这儿见着了，打个招呼也是应该的。看样子县主是打算回上京了。暂时回不了上京，清离县主发现姚县也有异症，特来请本王过去看看。什么？他才刚来，沈清离就要走了？姚县也有异症？沈清离嗯了一声，绕过赵玉，头也不回地走向了马车。清离县主看上去似乎不太想搭理赵公子，本王倒是好奇，你与县主之间到底出了何事？倘若只是婚约谈不拢，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该不会是赵公子私下做了什么对不起县主的事？让王爷见笑了，臣和县主之间有些误会而已。原来
是有误会，不论是何原因，强人所难，总归非君子所为。既然青离县主不想多言，赵公子还是不要一味的纠缠。比起儿女情长，本王觉得赵公子眼下最重要的是好好想想该如何习得爵位，振兴安阳侯府。王爷说的是，臣多向王爷提点。楚少渊嗯了一声，也走过去上了马车，只留下赵玉一脸不甘地站在营帐着。他才不管强不强人所难，都是他一定要得到沈清离。马车到达姚县时，已经过了晚膳时间。青木很是贴心，2间厢房依旧定在隔壁，用了膳，天还没黑，沈清离走到厢房外，瞧见隔壁厢房的门还开着。青木护卫，我有件事想跟王爷商议，不知王爷这会儿可方便？县主稍等，容属下进去通传一声。有劳了。青木很快就出来了。王爷请县主进去。抬步进了厢房，瞧见楚少渊坐在窗边，正翻看着文书。臣女见过王爷。免了，坐吧。沈清离也没客气，在对面坐了下来。县主找本王何事啊？回王爷，此前臣女去上京城外施粥，看到那些灾民全都是席地而睡，男子尚可坚持，可老弱妇孺就难了，本就食不果腹，再加上夜里寒冷，缺医少药，怕是撑不了多久就要生病呢。看了眼楚少渊的反应，见他听得认真，臣女新得了2处庄子，目前都还空着，臣女愿意拿出来安置灾民，满打满算应当足以全部安置。如果王爷觉得可行，还请王爷回去后给个文书，臣女也好去京府登记。说王爷另有安排，就当臣女没说过。还有，臣女这次无需再请功了。可是赵玉递给你的那2个庄子？正是，没想到王爷连这个都知晓。不足为奇，此事虽未传遍大街小巷，但在世家权贵中也不是秘密。楚少渊未免他多想，特意给了这个解释。县主有此爱心，是那些灾民的福气。本王回去后会让人将文书递到京府，不用劳烦县主亲自去。灾民去了庄子，你打算如何安排？管事可有人选？要不要本王帮忙？庄子他都出了，银子和人让王爷来出，也很合理吧？王爷思虑周全，臣女手头正好只有1个管事，那另一个庄子便劳烦王爷了。楚少渊眉头一抬，小丫头倒是不客气。县主是在为民做事，本王自当全力支持。听王爷说完了话，他抬眸的瞬间，2人目光对上。县主是不舒服？没有，时候已经不早，臣女便不打扰了。楚少渊起身拦在了他身前。王爷这是……这人突然站到他面前，让他顿时想到那晚客栈里暗器朝他飞过来时，楚少渊护在他身前的场景。眼前的姑娘实在太美了，若不是怕吓到姑娘，楚少渊一定将她揽入怀中。本王只是突然想起，之前给过县主一块玉佩，县主如今放置在何处？玉佩啊，臣女怕弄丢，便一直贴身带着。这个回答，楚少渊有些意外，却很是满意。很好，不过县主往后见着本王不必那么紧张，本王又不会吃人，别被外头那些传闻给吓着了。王爷怎么知道？八卦之心顿时被燃了起来。而对于他个人喜好的传言，王爷自己并不知晓。那个王爷，外头的传言都是真的吗？臣妾是想说，会不会有些传言您压根儿就不知道？比如外头都在传，王爷其实根本不喜欢女子，而是所以才会至今都没有婚配。这是真的吗？而是什么？沈清离愣了下，这人该不会还没听懂吧？而是因为王爷不行，因此有了特殊的喜好，就是断袖之好，喜欢男子，所以才没婚配。而且府上现在连个婢女都没有，轻易说的都是小厮。王爷您不知道这个传闻吗？这什么声音啊？该不会又有刺客吧？外头的青木一脸惶恐地捂着额头。什么？他都听到了什么？王爷不行，断袖之好。韩语并未趴门偷听。怎么了？嘘。随后2人悄悄挪步，继续来到房门口站好。楚少渊此刻若不是姑娘躲在他身后，他定要将人扛起来扔到床上，好好证明一下。沈清离，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么荒谬的传言，你竟然也信？臣女不就是因为不太相信，才会找王爷确认来着。哎呀，完了，王爷都开始叫我全名了，可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被冲昏了头，竟然敢问王爷这个。我一会儿该不会直接被王爷扔出去吧？现在跪下认错还来得及吗？楚少渊轻叹一声，抬手勾起姑娘的下巴。你给本王听好了，本王的身体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断袖之好，本王迟迟不娶妻，跟这些都无关。只因之前本王还未遇到让本王合心意的姑娘，不愿意将就而已。本王不理会这些传闻，是觉得没有必要，还能因为这些传闻能减少本王的一些麻烦，你能听懂吗？沈清离震惊地看着他。还没听懂？听懂了。
王爷身体没问题，没问题就好。二人的距离太近，他都能感受到楚少渊呼吸的气息。臣女该出去了。说完，转身就要往外跑，一个不稳往前跌去。多谢王爷，这回臣女真的要回去了。门一打开，就看到两个快速闪开的身影，只感觉脸颊一阵发烫，连忙跑回厢房。韩宇就跟没事人一样，很是淡定的跟着进去。沈清离趴在床榻上，真是太丢人了。隔壁厢房，滚进来。主子有何吩咐？去打盆冷水。是，主子。主子要冷水，一定是因为那什么，这哪是不行，这分明是很行，好吧。翌日一早，经过昨晚的事，楚少渊和沈清离之间好像无形中有了某种变化。一行人前往姚县县衙，齐县令惊讶不已，连忙到县衙外迎接。老臣见过肃王殿下，不知王爷驾临姚县是老臣失职，还请王爷恕罪。起来吧。齐县令起来后，连忙将人领至县衙里面。这位是青离县主，是他有事碰巧来到姚县，发现有些村落有异症出现，遂到余县汇报给本王。见过青离县主。沈清离微微点头。王爷恕罪，都是老臣的失职，老臣并未收到消息，老臣这就派人去各村核查。并未收到消息。现在这里出现异症，王爷竟比他这个县令还先知晓，他怎能不惶恐？如此说来，姚县并未受到灾情影响，想必岑州知府的赈灾银两也并未分到姚县。本王说的可对？回王爷的话，老臣确实没有收到赈灾银两。老臣知晓余县灾情严重，此前还派人送了粮食过去，即便岑州送来银两，老臣也断不会接收，更何况岑州并无此动作。起来说话。老臣视察，一定会让人去各个村落好生排查，绝不会让疫情扩散。如此甚好。见他们似乎说完了，沈清离欲言又止，因为他始终感觉匪徒跟姚县脱不了干系。楚少渊说话时，猜到他定会有想法。本王这次过来，除了关心姚县疫症的情况，还有一事需要调查。王爷请讲，老臣一定全力配合。本王有2名嫌犯，至今还未查到下落，既在此处，便顺道去你的县衙大牢里面看看。齐县令，带路吧。臣女也能去吗？县主若不嫌弃地牢脏乱，那便一起吧。齐县令带着去往地牢，沈清离连忙跟上。几人在地牢里走了一圈，所有关押人员都看了一遍，并没有瞧见跟那对夫妇描述的相似之人。都在这儿了。回王爷的话，在姚县犯了事儿的，除了重犯，其余的都关在这里了。不知王爷要找的人样貌如何，可有画像？若老臣查到，立刻派人汇报给王爷。不必了。出了地牢，楚少渊又对齐县令交代了几句。有了这个交代，齐县令是丝毫不敢马虎。见姚县的事处理完了，沈清离想着，这下他应该能回上京了吧。几人来到马车边，时候不早了，先找地方用个午膳。王还没等他喊完称呼，人家就转身上了马车，等用好午膳出来再说。青木找了家酒楼，简单要了几样小菜。沈清离几次想要开口，又怕打扰到这位尊贵的王爷用膳。终于等到用完膳，王爷，接下来的行程是不是可以分？接下来去岑州，明日晚膳时可抵达。今夜要委屈县主在路上将就一晚，明晚再找客栈好好休息。沈清离都懵了，这就给他的行程安排好了。臣女也要去吗？王爷去岑州办事，臣女也帮不上忙，只会打扰王爷，跟着恐怕不合适吧。县主年纪轻轻，这记性确实不太好啊。本王可是跟你外祖父保证过，会亲自看护你，直至回到上京。臣女只是回上京，又不去别的地方，还有韩宇跟着，应该没事吧？本王这里没有应该，也不允许有万一。等回了上京，本王对县主的义务结束，县主就自由了。岑州的地牢可比姚县大多了，县主不觉得去那里找人更有机会吗？说完便起身往外走去。沈清离愣了下，王爷之前跟齐县令说的那2个嫌犯，该不会是为他找的吧？他连忙起身追上去。王爷已经知晓了，是韩宇说的吗？所以王爷手上并没有嫌犯，去姚县大牢是在帮臣女找人吗？顺便而已。朝廷每年都会命各州县清理匪徒，部分重犯会移送上京关押处置，轻犯则会关押在各自州府，不论轻重。
重，各州府名单都会上报给监察司。平南王虽然手握兵权，却不能够随意插手这些地方，但本王可以。沈清离听懂了，他外祖父可以派人暗中在几个县排查，我无法随便到各个州县和监察司查看名册。在沈清离愣神间，楚少渊已经上了马车。上来吧，本王路上和你细说。多谢王爷。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上了楚少渊的马车。青木驾着马车，主子可真有法子，不光把沈姑娘哄去了岑州，还哄上了自己的马车。既是买凶杀人，那背后之人，你心中可有怀疑的人选？你父母在世时可有得罪过什么人吗？暂时还没有，他们一心做买卖，从不参与旁的什么事，也没有跟谁恶意竞争过。臣女没听说他们得罪过什么人，可据那对夫妇所言，他们听得清清楚楚。非图说是上卿有人想要他们的命，应该不会有错。只要做了，必定就会留下痕迹。这次摇下没有白来，至少知道了一些真相，还拿到了匪徒的画像。外头找人的事情可以交给平南王，但是有些事平南王也不方便出面，事关人命官司，本王不会坐视不理。倘若在岑州府没有发现，本王回去后会安排人暗中调查。听楚少渊这么说，沈清离很是感激。无论结果如何，臣女都很感谢王爷。王爷帮了臣女这么大的忙，那救命的恩情就抵消了吧。抵消了？这么轻易就抵消？后面还怎么有牵扯？县主这么说，未免也太小瞧了本王。这等小事于本王而言只是举手之劳，不值得动用救命之恩。说的直白一点，本王的救命之恩和免死金牌无差。县主可听明白了？可沈清离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又说不出哪里怪。当然了，县主若是觉得过意不去，回去后可以帮本王做点小事儿。好吧，他就说嘛，这人怎么会这么好心？王爷请讲，不知臣女能帮上什么？还有3个月就到太后的寿辰，本王至今还没有想到要送什么给他老人家。你们姑娘家心细，不如请县主帮本王想想。若是送的贺礼趁太后的心意，本王必定会跟太后请赏。又来又请赏，瞧他犹豫的模样，怎么有难处？可太有难处了啊！没什么难处，就是那便有劳县主了。这就又接了个活儿。沈清离真想抽自己的嘴巴。王爷，这活臣女可以接着，只是能不能跟王爷商量一下，无论选得满意与否，都不要再请赏了。臣女真的不需要任何赏赐。县主倒是奇怪呀，旁人为了皇家的封赏，都是想尽办法挤破脑袋，怎么到了县主这儿反而推脱了？臣女惶恐，总觉得随时随地要被套进去似的。翌日晚上过后，马车抵达岑州，直接去了府衙。以往这个时候，邱知府早已经回府去，今日特意候在府衙，直到楚少渊进了府衙，他才故作惊讶。老臣见过王爷，不知王爷驾临有失远迎，还请王爷赎罪。楚少渊进去后坐下，快给王爷上茶。跪下。邱知府双腿一软，连忙跪了下来。这么晚了，邱知府还在府衙值守，真是尽职尽责呀。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呢？回王爷的话，一线灾情老臣始终是记挂着，正在翻看府衙账册，看看能否再腾出些银两送过去。是在翻看账册，还是在制作假账册？本王瞧着邱知府好像对余县并不关心，否则灾情怎会如此？邱知府可曾去看过余县饿死了多少百姓，街道上有多少流民无家可归，又有多少人染了疫症？这王爷明鉴，老臣并非不关心，只是岑州各县都需要用银子，老臣也是恨不得一个铜板当2个用。一收到赈灾银，就根据各县的情况，第一时间将银子发给了他们。银子送到余县之后，周县令也并未跟老臣上书说银子不够，那老臣也就……账本何在？在桌案上。将提前准备好的账本拿过来，交给楚少渊。楚少渊便看出了这是一套假账本。混账东西！好一个邱知府，竟敢拿这种东西来糊弄本王！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我青木早已准备好的账本，怎么回事？账本不是都已经烧了吗？老臣是怕王爷怪罪银两分配不均，本该全都送去受灾的余县，却拿出一些分给了别的县，所以才偷偷改了账本。是老臣没分配好银子，还请王爷降罪。沈清离闻言再次震惊，还能这样狡辩吗？这么说，你是把灾银分到了其他县了？那么你给本王好好的找找，都分了多少，在哪个县的账本里？看完后背后冷汗直流，一下子就瘫软在地。混账！当着本王的面还敢颠倒是非，捏造事实，本王看你是活腻了！也把身后的沈清离吓了一跳。
岑州知府贪墨灾银，置余县百姓性命于不顾，如此德行不堪为官，即刻押送上京，连同其手下师爷管事一并带走，交由监察司严加看管，在查明其他罪行后一并处置。是，主子。青木朝外头招了招手，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老臣是一时糊涂才起了贪念，还请王爷饶了老臣这次，老臣一定是将功补过。哼，有什么话留着到了上京见了监察司有你吐的时候带走。是。邱知府一路喊着求饶，一路被人押了出去。处理完邱知府，楚少渊命人带着他们去了府衙地牢，帮着沈清理找人，但是来回找了2圈，仍旧没有发现嫌犯。沈清理有些失落，韩宇已经去街上找好客栈回来，在府衙门口候着他们了。许是心情受了影响没注意，沈清理径直上了楚少渊的马车。县主不必气馁，有些事情急不得，只要他们尚在人世，一定能找到。回上京后，县主也可以多留意打听一下你父母可有跟谁结了仇怨。多谢王爷宽慰，是臣女心急了。掀开车帘想透口气，这才注意到整个岑州府衙已经被守卫围了起来。这是王爷的人。岑州府上没有几个人是干净的，本王要趁此机会好好的清理一番。岑州知府的人选，王爷定好了吗？府衙总不能一直被围着，是不是很快要有人来接手了？楚少渊眉头微抬，这姑娘胆子大了吗？方才在府衙里见本王动怒，不是还很害怕吗？这会儿胆子倒是大起来了啊！是臣女逾矩了，还请王爷恕罪。无妨，本王知晓县主没有旁的心思，不似那些官员，他们来打探都是另有目的，本王自然是不喜。县主不同，本王认为县主这般只是在和本王闲谈，所以县主往后在本王面前不必如此小心。沈清离连忙点头，那可不嘛，他哪有旁的心思，他只是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回上京。本王离开余县时，已经命人将折子快马加鞭送去上京。余县的周县令不错，堪当岑州知府一职，最多再过2日，任命的文书便会送达余县，届时周县令便会来到岑州赴任，你就可以回上京了。至于余县，皇兄也已经重新安排人来任县令，四皇子会待在余县，等新县令到任后再回上京复命。沈清离闻言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等等，王爷刚刚说的好像是你就可以回上京了，这意思是王爷不回去？王爷不回上京吗？是还要去其他地方办事吗？楚少渊闻言愣了下，这姑娘怎么还急了？这姑娘该不会是舍不得他吧？怎么，县主真是舍不得和本王分开？看着突然靠近的俊脸，温热的气息扫过脸颊，二人对视的片刻，他耳根迅速染上红晕。没舍不得，臣女只是随口一问。楚少渊抿唇轻笑。既然县主舍不得，那本王就和县主一同回上京，亲自把你送回沈府。什么？那就一起回去？说的好像原来不回上京一样。算了，还是别说了，他怕越描越黑，王爷高兴就好。3日后傍晚，周县令带着文书急匆匆赶到府衙报到。楚少渊知晓他会过来，已经在府衙候着了。老臣见过王爷，老臣奉皇上之命过来赴任。周知府起来吧，本王已经知晓此事。周知府已经确定了，此事就是王爷的安排。老臣多谢王爷提携，只是老臣有些惶恐，不知能否胜任知府一职。本王说你能胜任，你就必然没有问题。本王不会看错人，起来说话。老臣谢王爷信任。周知府这才起身，坐到下手的位置。你不必有负担，余县情况那般，你尚且都能带起来。若不是突然的灾情，今年定会超过隔壁姚县。岑州地大物博，本该比其他隔壁几个州富裕，却因邱毅的无能贪婪，至今却远落后于其他州。你接手之后，好好治理，如遇问题，可直接上书给本王。若有想提拔之人，也可大胆跟本王提出。多谢王爷体恤，老臣之前那个管事不错，不但忠心，做事还细心周到。老臣想将他调到身边，接替原先知府师爷一职，还望王爷批准。准了，尽快派人送去。本王还会在这里待2日，协助周知府接手府衙事宜。是，老臣遵命。2日后，待周知府这边没什么大问题了，楚少渊便和沈清离一道启程回上京。这次沈清离有心，没有跟着楚少渊上马车，他刚走向另一辆，车夫就把马车驾走了。只见秋雨拉开车帘：“小姐，韩宇说了，路上要教奴婢本事，同乘一辆会扰了小姐清静。韩宇可厉害了，奴婢一定好好跟他学，这样就能保护小姐。韩宇说了，您跟王爷一辆马车更安全。”韩宇面无表情，
心里却是心虚得很。为了给主子和县主创造机会，他也是操碎了心。楚少渊走出来后，瞧见只剩他这辆马车了。上来吧，回上京了。沈清离只好上了马车。他怎么不觉得跟王爷同乘一辆马车更安全呢？第3日傍晚，他们用好晚膳，正在河边休息时，又遇上了一波暗杀。直立刻揽过沈清离，往旁边一滚。有埋伏，保护主子和县主。没过多久，2个暗卫从林子里返回，并未抓住放箭之人。主子，人跑了，这是属下在林子里面捡到的，看着不像大处的东西。先出发。是。青木立刻去驾马车，韩愈也紧跟其后。2辆马车继续前行。王爷，您平时出门也都是这样的场景吗？这3天一大杀，2天一小杀的，您到底得罪了多少人呢？怎么害怕了？臣女只是好奇而已。他害怕个什么劲儿？这些人又不是来暗杀他的，家常便饭而已，没什么好惊讶的。本王还不是活得好好的，你也不用担心，本王有能力保护好你。王爷说的是臣女，自然是你。这段时间你跟在本王身边，怕是早就已经被人给盯上了。此事因本王而起，本王自然是要负责。等回去后，韩宇就跟在你的身边。另外，本王还会给你派2名暗卫。沈清离瞪大眼睛，有些不可置信。韩宇给臣女了？这臣女怎么敢要王爷的人？臣女还以为他只是这趟出门负责保护臣女，等回了上京就会归位。有何不敢？本王说了，你受本王的连累，即便是回了上京也不安全。让他留在你身边，可以时刻的保护你。而且本王给出去的人既有收回的道理，县主莫要有负担。知道自己身边危险，还把我耗在身边跟着干什么？你这到底是在保护我，还是在拉我下水啊？那就多谢王爷了，希望王爷能说到做到，毕竟臣女可是很惜命的。县主大可放心，本王这点能力还是有的，否则怎么能活到现在呀？但愿吧。视线落在旁边的弓上，这弓他怎么感觉有些眼熟？怎么了？可是这弓有什么问题吗？这好像是东立国的东西，臣女曾经看过一本游记，上面好像有这图案，特别是这2个角。臣女当时还在想，怎么会有人用这么奇怪的样式？东立国，楚少渊倒是没想到姑娘还看过这些。你倒是好学。王爷谬赞，也就是多看了几本书而已。给东立国那边传信，再派人在城中排查，看看最近有没有东立人混进来。是，主子。后面的行程还算安稳，3日后顺利到达上京，亲自将沈清离送到沈府。楚少渊如此高调地送沈清离回府，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宫里。翌日，先说了余县的赈灾情况，顺便夸了4皇子几句。听闻你是和清离县主一道回来的，还亲自送人回府啊？臣弟正要跟皇兄汇报此事，并把早已准备好的折子递给了楚圣帝。此事多亏了县主，若不是县主心细，多问了婢女一句，就赶来跟臣弟汇报，条县百姓就要吃苦了。不光如此，县主在回来的途中还跟臣弟说，他有2处闲置的庄子，可以用来收留城外的那些难民。臣弟觉得这是好事，便应允了他。若皇兄没有意见，臣弟明日就将文书送至京府，尽快落实此事。这是好事，灾民长期聚在城外，确实不妥。如今能妥善安排，自然是好。清离县主倒是懂得为朕分忧啊。皇兄说的是，臣弟明日就派人去落实。就只是这样？皇兄说的是哪样啊？皇兄的意思是说，该给县主封赏吗？臣弟觉得也是，他此番确实为灾民做了不少事情，该给一些封赏。楚圣帝叹了口气，一天天的就知道谈正事，什么时候才能想点别的？你觉得县主如何？心胸宽广，堪比男子，做事果断，还懂得感恩。过几日，贵妃要在御花园设赏和宴，邀了不少世家公子贵女赴宴，你到时也过来瞧瞧，看有没有看得上眼的。你的婚事老这么拖着也不行，总该让太后安心才是。多谢皇兄记挂，臣弟只是觉得还不到时候，臣弟先去给太后请安了。你看这混小子，一说到婚事他就逃。楚圣帝只能对着礼服唠叨。宫女远远瞧见他来了，连忙进去跟太后汇报。太后，王爷过来了，快去把王爷喜欢的茶水和点心都端过来。儿子给母后请安。快起来，快坐到哀家身边来。走了这么久，让哀家看看瘦了没有。儿子一切安好。楚少渊说着坐到太后身边。知道你进宫，特意给你留的。母后身体如何呀？最近睡得可还安稳？还是老样子。听闻你是跟个姑娘一道回来的，还亲自将人送回府了。楚少渊就知道事情会传到母后这儿。是清离县主半道上遇见的。或许是女人的第六感，他心下一喜，这个儿子应该是有情况。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哀家还以为
罢了，这个青离县主可是前不久刚被平南王认回的外孙女儿。回母后的话，正是平南王的外孙女。既然人家立了功，你可有跟你皇兄说给人家封赏，别亏了人家姑娘。已经说了，皇兄会安排好的。如此便好，你也老大不小了，是时候该考虑婚事了。上京的贵女这么多，你就没一个看上眼的？渊儿，你该不会真如传言那般不喜欢女子，偏好断袖之癖吧？楚少渊不自觉地想起那晚客栈里姑娘问他的话。当然不是了，母后怎么和他？怎的也会听信这种荒唐传闻啊？和谁？太后直觉这里面一定有事啊，没什么啊。对，儿子府中还有些事情要忙，今日先回去了，改日再来陪母后说话，好好伺候太后。是，奴婢恭送王爷。一看就是心虚的表现。太后心里一阵高兴，沈清离并不知晓自己已经被太后惦记上了，处理了一些府中杂事，便带上母亲的玉佩去了平南王府。但平南王外出办事了，沈清离便去了舅母的院子。表姐，你可算回来了，走了这么些天，我都快想死你了，天天都在念叨呢。你是想你表姐，还是想她带你出去玩？嘿嘿，都一样，既想表姐，也想出去玩。怎么样，表姐这一路上可还顺利吗？有什么有趣的事？何来有趣事？我这一路上不是被拽着各处奔波，就是在被暗杀。要说有事，那就是赵玉带着物资也去了玉县，碰巧跟我遇上了。什么？邵玉也去了？他还真是贼心不死。表姐在他身边时，他各种嫌弃，现在都闹掰了，要追着不放。什么人嘛？表姐，你可千万不能被他哄住，他这种人就是无利不起早。我当然不会了，你表姐我若是那么好哄骗，早就被生米煮成熟饭了。无论赵玉做什么，都只是徒劳。但离儿可有想过要找个什么样的？听到这个问题，沈清离脑子里不自觉地想到某位王爷护着他的情形。